啊。如果说我们想把跛脚羊作为一个班位威胁，像他这样去选的话呢，那么邦邦就一定要打出至少不弱于跛脚羊的效果才可以啊，要不然的话就会有一些亏损。因为 BO3你缺一手跛脚羊，从结果上邦邦不一定能很不一定好发挥。对他，那他为什么选出来呢？我觉得他一是考虑到对面有个莫师教授，这两个角色邦邦是可以处理的。好的啊。小黄鸭进入了比赛画面，直接是往中场方向，然后左顾右盼一下啊。小船是487，小明在往苞米地拉点，这肯定是找在幕后的风车。第一个追击的目标必然是木偶师啊。木偶师这边已经准备开6了，应该啊，闯5封住，但是捏捏这边排应该也排到，没什么问题啊。那看看前面第一波雷了，因为这个位置板子要下，对，打木偶小西跳反射，摊距离。那也行吧，剑王者也存雷无所谓的，没事，有风窗有快踩嘛。是的，下一波开始丢他的定时雷。对。他如果提前摇路易，我白赚。是。炸到了也一样。5秒雷先封住这个点，然后也不用损耗第2颗2连。有很稳，小天这个一直不交路易可以的啊。前面的话雷还是基本上是满的，5颗雷。好，这边摇了，没办法了。摇路易的话，确实他就可以走位上不用担心那么多嘛。是的，可以尽情的直线转点。那前面贴的比较慢，后面路易直接摇都可以了，都能把本给保住。这边还要摇路易，想木压，想尽可能晚一点摇路易。这边还是摇出来比没摇出来强。没错。咱不一定非要追求那么极限，只要他拖了几秒了嘛，贴到脸上我再摇。你看这波再去一波。是的，基础的时间牵制够了，看能不能吃闪现了，这就这边还是下一刀，对，扑到了雷上，然后再蹲起去骗，捏捏先提前出刀，但是捏捏没有提前出刀，所以最终一炸一刀带走了。没错。那这个击倒节奏的话，湖景村2台半，其实要比其他地图要更少一些，而且他没逼出闪现来。对。所以这波牵制是有一些欠缺的，对，有点欠缺。不过毕竟是新人选手嘛，可能有一些赛场上的初上赛场一个紧张。那现在小明这边压力会大点，不过守墓人有安心的效果，相对来说救人压力没那么大，但还是有点烦。哎呦，这刀想骗剑王者出刀，那再抓就没了。哎呦，恐惧震慑，难救，还是难救啊。对，守墓人不直接掏，后边就不好说了。他打的反心理嘛，我直接掏，你会出刀，你觉得会直接掏？是，但捏捏很稳呢，你爱掏不掏，反正我就等你。对，反正我一直扑雷。但果冻这边也不是很好救啊。果冻现在要过来救，有风险，遥控雷，遥控雷躲了。不过他有个灵皮，还行。被动，有个被动，所以现在对他说他能吃2段炸。等守墓人交自愈救。这波确实没办法，他打到守墓人了。把搏命不掏出来也行，但他没有反应过来，第一时间给他掏下来，那没办法了。是的啊，他就算击倒守墓人旁边教授也有化险为夷嘛。对，就是这波人是肯定能救下来。没错啊，其实我觉得就捏捏他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去提前拦教授这上面，他没有选择把守墓人牵一会儿再放啊，要不然他就起不来了嘛。对，好，那这样的话。把木偶师先挂飞，另外外面的话，其实只有守墓人亏了状态。这一波求生者是有点起死回生的感觉啊。但剑王者因为他技能没交啊，下波求生者都不敢贴密码机，一贴，我觉得底盘贴传送落地。对，可以先调整一波状态啊。小明和果冻那边在大船方向汇合。互相补状态，调整一下状态。那姜伟这个时候也没有节奏啊，只能干等，除非他预判到他们互补的位置了。对，这个还是比较难的。对他只能往外面排。是。那对于求生者来说没关系了，我拖时间补状态，破译交出来之后，密码机破译的飞快。对。但是还是要有一个人扛压，因为现在没错，机差的有2台有点多的啊。好，先上船，上船的话，果冻刚上来，但是捏捏又下去了啊，错过了。不过以现在这个节奏来看，只要下一波的人稍微牵制一下就行了。哎，你看果冻这个走位一直在跟捏捏保持一个看不见的距离。没办法了，那这波是没有见到的牵制，对，无形牵制。而且我们的视角感觉好像果冻是能看到捏捏的，对，他就一直根据捏捏走位在变化。好，切传送落地了，那暴露487，暴露他天赋没有挽留，这时候看看487能不能扛压了，毕竟他是咒术师。没错，躲掉。有飞轮，要交个飞轮吗？没打算交，想攒猴。还行吧。3层猴。那千万的下波遥控雷他可能猴不出来的呀，要不贴冲千万的脸。这敢冲吗？冲脸没问题。下波遥控雷条飞轮躲。主要木屋还有一台比较大的遗产啊，是的76这台。
飞轮可以，那遥控你躲不掉了呀。看走位，哎呦，可以啊，不错。他是假装进板实则往回走了，把遥控雷骗出来了，这样还挂不到遗产呢。对，哇，还有个咒像，哎，最后还能多拿一层喉。对，这个咒像我不管了，我先留着，等一下你救下来，队友救下来之后，我再吃一刀，那等于开门战有3层，对，亮了之后有3层，对我又可以引爆一次咒像了。哇，487确实是，其实你看他1/4状态在木屋的方向其实就是了，最后居然能带到这个位置才到。为什么487个选手永远念那么久？3夜有原因的，他竞技状态一直保持得很好。是的。那现在捏捏不能守了，他如果守密码机就压好，所以他要在外面找节奏。但是果冻经验也很多，他就没有说去直线修机，对，在旁边等着你来我就撤，我倒可以倒，但我不会倒遗产啊。果冻这边被动还在啊。哦，很稳啊，还在。不吃。好了，吃了一个，把被动给逼出来了。嗯，但是又躲了一下，遥控雷没躲掉，可以了。应该是8个雷，8个雷吃2炸能接受了。是的。那现在我看刚好，姜王你怕那边密码机摸，他想摸的时候再传回去吗？摸的时候传吗？传的话，这样传送开门战就没了，估计。对他不好拖。已经摸了，那这样就是能打教授一个没有哎呦，小果冻这个木鸭还是可以的。那交传送落地亮了呀，亮了，哎，但是因为姜王只是没有挽留的，所以求者无所谓，我直接亮在脸上。咒术师不怕你的呀。那主要是守墓人他铲子有铲，守墓人有铲，487有猴，而且很有可能会成长成一个大猴。这个时候。对于487来说要求很高，因为他还要考虑走地窖的问题。穷人这边两边都是贴门，姜王者没有传送，他不可能换的了。对，那487现在又有一个发挥的空间了。没事，点小门了，6小门也可以。对，大的咒像可以。交咒像，然后直接冲小门，就看捏捏这边能不能拦住。小门那边一半了呀。门是能开的。3跑了，三跑了。门是能开的，3跑了，还在走位，想先用雷干扰下门，然后电断。呀，这下铲过来还能帮我们扛刀，能出去吗？给到一刀打出去了，出去了！天，教授那边的话是大门也开了，完成一个3跑。哇，成都狼队这个求生者很夸张啊！对，大副放守墓人的情况会多一些。对，所以这把他最终还是没有选择跛脚羊，选择了蜡像师。是的，蜡像师的话就……哎，你别说蜡像，找木偶师也行。OK 的，因为他变路易又不给你掉蜡，对吧？对，地图湖景村很空旷，确实没有什么点位可以牵制，除了双11啊、小木屋这个区域，其他都是可以跛脚，都是可以平的。大家携带那些小天赋给咱们，没错，拿出来了，对。因为我们130点天赋，说实话，你要是还是用只显示2个大天赋的话，那才用了80点，对吧？没错，所以大家可以来看一下，然后大家也可以一起认一下图标，是吧？好的，去船上的话呢，就是过客的木偶师，木偶师还是个纯搏命，这个是很难。他最好是浑水摸鱼跑出来，对，最好是摸走。这个点位打蜡像是有点烦的，因为那是很大概率会把窗给封住，插眼什么之类的。上楼看一下，浑水摸鱼出去，看到了，应该看到往海边走了，因为他来楼上本身也是为了一个更宽广的视野嘛。是的，那这样的话被发现的有点早了。这个浑水摸鱼就没有那么大的优势了。哎呀，这纯化险为夷木偶是怎么溜蜡像师呢？现在有一个问题摆在他面前。看他怎么路易，但是主动权在姜的手里面，我故意喷 Y 行不行？哇！哎，我喷了。哇！哎，我没喷呢。过客。但是还是高蜡持刀，对吧？那其实一样的，等于没掉。对。那下一步的话，把它给喷到。哦！哇！失去小蜡，过客。过客。这这么秀的吗？可以啊，这木偶师比我们就是预想的这个角色要能溜些，但是还是克制关系在这摆着。对他这一波是赌对面不交蜡，对，就是赌你又要骗我。对我赌你，结果没赌到，哎，所以主动权还是在蜡像师身上。确实，蜡像师我觉得是庄园里最难飞轮去削的。对，不过基础时间已经牵制够了，基础时间是够的。是的，这边前面的话再绕到下面去啊，没有选择往窗区走，给到一刀。然后倒在大船的破洞上，其实也是为了，离队友相对来说远一点，别让他去封到密码机。对，那这个时候挂上之后，密码机就不太好封了。但我觉得木偶师6成这样真的已经非常好。哦，可以了，那3台机，然后没有干扰任何人，他的基础时间是够了的，而且还额外多了一部分。是的，能锁住密码机要锁住了，因为那我不修了行不行？我走了。哎，这边魔术师偷的交了一个魔术棒，锁密码机，我这边直接把偷了。不过化险为夷时间应该是活不出去的。是的，给到一刀，然后还差1刀开出2阶段，看看能不能再定住拿一刀呢？
够呛了，感觉一直绕这个大建筑应该拿不到下一个。给他2阶就行了。对，大门能亮，准备让下一步回忆来吧，应该回忆救嘛。回忆来了，回忆大门刚亮。对，然后刚救完人的空调呢，上去修大船的新机了。大船的密码机2楼是不会被干扰的。对，然后空调的话还有一台自己的超级大遗产。没错，得要弓箭手去补。理论上密码机是够的，理论上，但监管者这边的保平也可以的，因为下一波大副救人是有化险为夷，木偶是摇不出路易的，不太可能活出搏命，除非死扛。大副死扛，对，这样的。如果想去争4人开门战的话，大副要帮忙扛的。没错。定住，给到一刀，先开出2阶段，然后帮忙扛了，看这个走位。不过2阶段也行吧，2阶段我可以开火蜡。对，开火蜡嘛。定住火油，先烧一个先。直接 A 啊！A 了，想攒一攒油可能。也行，等他倒吧。那等他倒了，我是的路易就可以摇出来。对，路易是能摇出来的。没错，那下波跟他玩过板。只能摇了，没办法了，他不允许他失误了。火蜡还有一点时间呢，能掉吗？还在走位。火蜡要结束了，封住交互点，但前面还有一个单板可以搏，就差弓箭手去补。没有搏到，但是就差弓箭手跑过去开始修。对，因为有位移嘛，这个地图它的密码机之间实在是太远了，差一些。那先开门战看看啊，监管是挽留加底牌的这个开门战，骗传送骗出来了。但是不一样的是，监管是挽留，而且蜡像师克制你的弓箭手。但是我觉得把这个传送骗出来应该是稳平的，稳平起，要不然容易出事。除非陶宛安怎么地窖了？前面地窖在大船下，那现在甲板下，门那边50了，但监管者这边毕竟有挽留啊，完全不一样。飞轮消蜡。能来得及吗？飞轮消蜡，有壁弩，有龙骨弓，要搏吗？壁弩要走地窖了。如果能眩晕的话，监管这边还有机会吗？这边有个石头挡住了。还是能走。陶宛能走吗？能走吗？走了！我的天！我刚好100蜡走了！我天哪，这跳下去的时候正好100。分身看他本体能不能同时打到球，打到的话，那我觉得击倒速度就一般不会慢了。对，就看拿第1刀的速度，因为基本上第2刀和第1招这角色是连着拿的，但是就是第0刀到第1刀开始，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难以跨越的这个鸿沟啊，所以看看我能不能做到。那这样的话就是更有氛围感了，对，更有氛围感。好，那中场给砸剑员，然后迅儿的话给到了小门的位置啊，这个地方好像很难去拉点了啊。好的，目的方向看着面朝。就是面朝向都已经到了陶宛安这边了啊，所以陶宛安这边肯定也是没时间去找箱子了，而且手里还是一个香水儿，我的天哪！那很坏了，那很坏了。那香水也能打，就是它放的好的话能拖点时间，对，但是远远不如怀表。好歹比针强。你现在不会有针了，那现在不会有针，好歹比针强。他要是把针给点出来，只有一种可能，他点错了。那现在先把板子破了，不着急。那破掉板子，因为前期的话双人惊喜拿到了一个黑球啊。没错。前面到板区双人惊喜又好了。双色能叠到吗？放一个香水儿。在被红球烫到之前选择回速，那第2个双人惊喜不好躲哦。再上一个球吧，无所谓的。双色，那就有关系了。不过这边是博弈到了。好，巨力，而且身上是没有带球。下波双重惊喜还有个7秒钟，还能活一段时间，能不能把移形逼出来呀？反正我先移形过去，不行我在空中飞人回来。双色地下，红白，然后这下开一个土，要倒了，这一波很难躲，非常难躲，能躲掉吗？飞轮正好躲掉，在解封陶宛安还在秀，我的天哪！陶宛安还在秀，还是这一刀还蹭到了白球，哎呦，那3台了。差一个红转过来，快了，没到3台，但是快了。是挂了之后就够3台了。他刚才是飞轮刚被红球解封，对，解封就按出来了。没错，就手一直在疯狂的狂点，太秀了。那也是溜了3台吧。过客这边来救援一下纯化险为夷的砸剑员，但是他的蓄力球被打断了。他没事，他能拖点时间。他不能救那么快啊。不能翻。换人来救了，换人来救了。换了，这边空调过来，然后再补一个强风。队友补得很快呀，因为砸机位置被拦，有可能救不下来的。是的，
而且你看杂技那个走位，他进那个死点里，他应该不是很想救，应该是有队友在配合。他是故意往那边带的，对1板1窗里边去。然后星儿这边庄园老友直接往角落倒，对。不过监管者挂人时间，哦，这边还拖了，翻过来了，慢翻拖了一个千人的时间，逼监管交了个空中飞人或者踩板，但是。地下室了，地下室没事，有我们的守墓人，就是能救哈啊。陶安，你看这局他们天赋带的很有意思。陶安这边是双能飞轮，其他人都有化险为夷，对，其实说白了，我觉得北京的 BB 这把就我保平去的，我相信队友。保平也 OK， 没错，保平肯定是赚了的。因为这局没看到吗？回光返照啊，星源。守墓人那个土在外面，我们透视知道，他是不知道的，所以他不知道他在哪。过来了，对，来了，过来了。看这意思，应该要准备下去救了啊！准备跳，对，跳吧，跳下来，能救，想拖时间，最不担心落地刀的一击啊！那现在因为没有回光返照嘛，这监管者只要打到3个球就可以了。是的，哎，其实守墓人可以去贴门了，不用管星源了。对，星源就是倒南挂一点，然后他去争取提前点门的时间。是的，就往那个小门推墙那个角落走吧。哇，还来一个下铲加速去点门。啊，不过这个离椅子好近啊，倒的位置有点不够远。对，离椅子不够远。那现在直接亮监管者是有移形的，那没什么问题，有挽开了，留一个。那边守墓人已经贴到小门方向了。不过这把过客区有化险为夷。那准备移行走了。那不移吧，不敢移。不管小门吗？大门没人，你要先走小门。那小门得很多了，小门60，空中飞人过去70了。这边还有技能，还有道具，80了。哎，双重惊喜。先下铲。啊，为另外一有双重惊喜，他不敢抢点，然后队友那边，我觉得杂技可以贴过来啊。哎呦，这个慢翻导致没有翻出这个范围。有挽留嘛，毕竟也无所谓了，正不正式的，主要是慢翻过不去。对，过不去这个红球的范围。你现在搏命逃出来，结束了，3跑了。只要来一波稳救，然后抢点门。哎，宠爱发现了。哎，那没办法，他也是经验老道啊。宠爱是他知道杂技第一波过来救人，他有搏命。对，宠爱真的很老道，这位选手。他思路不乱的。对，没错。哦，那击到杂剑员那边守墓人，不过也没事，7项还可以过来卡杂剑员，然后守墓人自己点门。他起了点门就点门了，无所谓，不过保证平局啊，不然这把要3跑的。是的。移形过去前，然后下铲，哎，下铲被打断了，下铲被打断了就不一样了，抓回去救不了3抓了，坏起来了。那空调走了，空调走吗？坏了，他不能救了，他空调过来可能必须走了，他不走可能一个都跑不掉了。是，守墓人没自愈了。哎呀，守墓人铲子被打断太亏了。对，过去的时候正好是红球烫到了。宠爱也是胆子大，他可能宠爱的想法就是你如果起来了，我秒不掉抓回来，我一样是个平局。是，大不了就是平嘛。哇，互秀啊，双方。哦，现在监管者第2局来3抓搬变招了。对他第4搬那个古董伤的时候呢，他可能想对面有可能选个拉队员之类，就是全克他，所以他果断选择打歌剧。是的，歌剧这个版本我不说别的啊，这角色还是还是强的，就是实在在歌剧2年了。是呀，他就是常青树了，有点。对，没错。确实，几经调整之后，依然在我们赛场上能够做到大杀四方。这样的角色非常少。好，直接已经开始影月了啊！往红毯方向走是小明的佣兵啊，小明佣兵已经往大队方向拉了。那不管了，进中场。中场的话，果冻已经往3连方向走了，拉拉队员准备右拐绕中场。果冻胆子蛮大的。先交一个。正常来讲，应该不该在这个位置出现的。回溯过来，然后直接交自己的鼓舞，然后再振奋，然后再吃一个减速。这个减速无所谓，大差不差，反正能转到木屋就 OK。对，能翻过去差一些，差一点点，算的还是很精确的。激励给自己5%的加速，对，顺便激励一下飞行家。再看鼓舞能进板吗？这波能进，能进，没问题。那还行，2波鼓舞，2波能拿到的都被他鼓舞躲掉了。1波弹射2个鼓舞，对，基本上就是。但这个位置进板有个博弈的机会，进不到这个板，进不到。那手里窗弹马上好了，我家得帮忙啊，不帮忙不行，不帮忙活不了啊。激励一下队友，激励一下自己。这样帮忙吗？应该是要拿球堵路。哎，但是这个球捏的很死没交啊，骗到了捏捏。能打断他影月吗？哎呦，没断。蓄力刀，嘿，哇，这边他是蓄力刀侧刀，是的，天哪，
火箭调查员想拿飞轮吸刀器，但是发现蓄力刀给摁早了，导致他的比拉的队员更靠近。好细，说蓄力刀我本身我就可以骗你的飞轮，其次我甩刀我能甩得更精准。哇，捏捏这一局也是挺拉满的了，感觉。对的，这个角色毕竟都很熟练啊。是的。小明这边过来，有点小失误。到了通缉。还行。过来了，不过他回速也回的有点远，回得有点远。就在这边面面相觑吗？拖时间吧，佣兵救人，你还真拿他没办法。是，给一刀，然后能追一下，把人救下来。不追道具，怕26有闪现，其实还好吧。还好。拉拉队员这一波一般是不会选择交鼓舞26的，因为他再来就两个了。对，他一般会攒2个鼓舞才会用。来一个小连招啊！是的，鼓舞振奋鼓舞。那现在监管者在这局里面便宜占的有，但不够多。佣兵道具以及火灾的道具都没有消耗嘛？是的，这波人是必救的啊，这波人应该还是让佣兵再过来救一波。不救也得卡。中后期要摸满过来。没错，中后期割据他节奏不好找啊。哎，这2波通缉都是佣兵啊。小明这边要护腕要多焦点了，看看有没有别人啊，在看看监管者多疑不多疑。哎，主要是中场飞行家他本来就可以来救，所以监管者怀疑他来不来。回速过来，然后介入一个板区。你再交了护轴不能省。交了。好，那监管者过去理论上2个鼓舞也秒不掉，所以佣兵保证他自己状态就行了，不需要保。哇，直接保也不可以吧？没有，走了，分开了。觉得不可以，这5%的加速，哪怕到后面你给他鼓舞到20。哇，这边很细，你看他先把捏捏的这个毯子逼出来了之后，然后走空地，然后再一个弹石，闪现空了，看掉了！我的天，果冻预判，这么夸张？这波预判，我讲道理啊，这波预判很难的，割据刀太快了，隔窗刀慢翻，哎呦，慢翻了，空军射。不过闪现吃出来已经很好了。闪现吃出来还不是立刻倒的啊，还给队友争取点时间，然后佣兵那边也快摸好了，能补状态。那接下来佣兵得摸道具了，飞行家有3个喷气背包，是，火灾有2个气囊，所以目前就佣兵危险一点点，他得要稍微的摸道具缓一缓。对，而且佣兵这一局吃的刀比较多了，没错，开 buff 比较重，给一刀的话，他可能就起不来了。道具摸了什么？取消掉摸道具了。没摸出来，没摸出来，取消掉了。那看火灾了，487要扛压。飞轮躲过这一刀，有气囊能顶吗？哇，提前交蓄力刀，我知道你要交气囊了。捏捏这个操作真的拉得很满，好满啊，双方都拉满了。好，这边气囊的摸了一个又好了，他摸了他的专武。这边我想一下哈，怎么说？回去管密码机。想管佣兵吧，我觉得他觉得佣兵没道具，但对，但佣兵又获得了一个护腕，获得个护腕。讲到这个位置，感觉不好击倒，还是回速钓鱼吧。回了，他应该钓鱼之法，他还是想找487。但是现在差2台修了3台啊，现在差1台修了2台。没错。和小门地窖点这一台都分开去管的话，很难管得到啊，只能看有没有一个击倒节奏。断是断了，极限交出来，但道具都没了。道具，那开门战的这个能力就会下来很多了。等于有一个白板嘛。对。不过开门战还是厉害了，求生者这把监管者还是不好赢啊。主要还是有佣兵在，有佣兵有飞行家都有道具的，他没有道具还好，有道具的话太烦了。是的，亮击倒能量，然后看到佣兵了，想过来去找一下小天的飞行家，有报幕有报幕，佣兵直接去点那边门的，这边直接交大喷。那落地佣兵也交道具，隐约断了，这个板子卡了个隐约。回速过来，那只能追佣兵了。那佣兵是有机会走。地窖可是在大推啊！主要是队友那边还没贴到门口，这一波小兵压力很大。对。哎呦，搏吧！没搏到这波。好，往那边冲了。一刀，那他必须得跟了，必须得跟小明。来不及。对，捏捏这边隐约不失误。他门口那边差太多进度了，门口那边如果，不对。应该够呛吧，这个地方。够呛，不行，主要是你得动啊，你肯定是比监管者先着急的。对，而且求生者那边确实时间不够，他开门还需要时间呢。飞行家刚才交大喷都到中场去了，恨不得。对，这个组合，这个阵容，他开门战实在太厉害了，一个大喷，一个护轴。对。然后主要是你要管487也不行，
换了一个什么俘获相依啊，这看不看得到监管者？其实这个事儿也没有多少人在乎，是吧？主要是4黑嘛。对呀、他也有一个队友的爆点。对，所以相对来说，没问题，那就很常规了嘛。救人为防桥，还好没在桥上，在桥上就毁了。我差点把幸运儿毁了。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不过正常，这个点幸运儿很好的，进入到比赛画面，直接是往起点方向走，找果冻的这首小说家。小说家还直接在车上，那准备直接开走了。那不带一丝犹豫，合理的，因为有可能带移形嘛。是的。那到了这边二战的话，很显然没有人帮忙的。看一下他在车上要不要做一个博弈？哎，但是被捏捏排到了位置，对，骗到了一下。那没事儿，这个位置翻过来，但是他是没有弹射的，他是纯飞轮。这波得换了，不换位置太差了。一个加速回来，但是双色换到了一个本来的台下面双重惊喜下面啊。那现在有一个绕场仙木一刀，地刀拿的好快。哎呦，这一波牵制可能会有点快哦。对，有点坏了。因为现在这个位置已经下波双惊喜马上就好了嘛。是的，但是这本书也吸得七七八八，吸了7%，还差个1/4。哎，吸出来了啊，吸出来了，很快啊。那应该还能没事，板子下面放，哎，放慢了。这波监管者他想要去那个焰火舞台去烫他的，但穷这边提前换了，踏个图。哎呦，这边提前把板子下来了。那这一波移形过去换一个位置，但是你这个位置没有粘土舞台啊。又翻回去了，小果冻。他吃透你的心理了，对，一直跟监管者保证你别用黑球粘飞轮啊。不过这波还是捏捏不着急啊。监管者过去了，左右摇晃骗飞轮，等小果冻。不过这一波也牵制了接近3台，就是挂到桥上一铲，但是无所谓，反正也不是时长。没错。看小天接下来怎么救了。全场唯一一个化险为夷在气象学家那边，看看气象学家过来救了小天的话是在3战硬修。小天这边不打算过来帮一下忙吗？他觉得气象这边有层云够了，无所谓够了。对。哎，放了一个板奥飞。要追双倒，双了。插一下。这个地方这个缝卡得太好了。哇，小明这个缝，没办法了。这真是夹缝中求生存，给他求到了啊！对的。那果冻这边趁机多吸一本书出来，上去了吗？啊？那还能下去吗？搏命期间。对啊，这化险为夷还没结束。他觉得可能能撑到结束再跳。对他可能觉得结束了，我再往下面滑，毕竟走平地也活不了嘛。强风一下吗？强风一下下来吧，没有那个争夺加速。其实也是为了自保，我扔风的时候不影响我走啊。我觉得是什么呢？他如果不那个监管牵过去，速度太快了，可能就会打到最后一下。哎呦，这下没有摊到，没办法。是的。那487是有什么道具啊？一把枪，一个护轴，枪加护腕。对，那这个人是一定能救的了，不用犹豫。先交护腕。过去要先开枪吗？可以保证状态以及队友能拉远，但是密码机现在差80还是有点远的啊。是的，卡得住吗？没卡住，有点小失误了。双手惊喜一下，出来多少？半本书以上，只差个焰火舞台，这边不敢过。哎呦，你真敢过！捉到了，队友那边站在板就等你过的。是的。好了，下波隐喻出来了。这波左边没卡住。卡了一边。换了一个位置，然后空中飞人跟再卡一波，再卡487，这边左边没卡住。卡到右边了。对，漏一次右2次左啊。那现在密码就只差一点点了，监管的下波双击马上就好，能打到吗？打到了，打到了。那还行吧，幸运儿这边没有击倒，没给双倒。挂完之后密码机应该正好。到70，差个70，他不敢修了，没修。他如果修的话，监管者传送过去他没了。对，但是该传还是要传他了。对，没错。这样小明的话呢是往起点方向带，然后捏捏看这边还有没有埋伏其他人。不过这个点位已经没有车了，所以他的牵制不会说特别久哈，而且他没有回光返照。是的，他有回光返照。层云上站台没有绕这个板区，太远了。那另外一边起新的密码机破1到20了，双重惊喜，双重惊喜应该倒了吧？对，这局的话，再牵制不现实。小明他是没有回光返照。焰火舞台，哎呦，可以。他以为刀攻击完了往那边走，但是喧嚣的攻击是有一定延迟的。小天过来救这一局的话，小天没有化险为夷，同时这个小明又没有回光返照，就导致这局可能不好保平啊。没错。虽然说这边博弈到了，但是再拖一些时间吧。是
哦，他救2次。哦，想无伤救一波。他救2次。哦，确实。这波先用救人娃，然后想过来追一下小田。没错，这波捏捏应该是捕捉到了他没有魂环招的消息。那还是挂上。但是给记者上了很多的球啊，上了一个白球，一个土球。记者再过来救就行了嘛。这个点位，这个身位记者有回光返照还行，是还 OK 的。其实把他打倒了，亮密码机在救也不是坏事儿，说实话。哇，走位在躲，亮，直接扯。土球，哇，喧嚣确实打这方面确实有点。他的那个双击脚掉了，只伤到了1颗球。他秒不掉，他双击脚掉了，哎。往回走啊，不能给他干冰舞台蹭到，左右摇晃，没办法了，那没办法。不过小天也不敢在这边逗留啊，直接是往终点方向骗传，终点站都不要碰。对，那边小天就卡2站，翻箱子。小天的话已经到了换马那边的桥上，人王桥那边。7在摸道具，捡我的船吗？假装传，空中飞人过去看看有没有耳鸣，没有耳鸣可以传了。哦，一个斜向跳，哟喂，这距离拉得很好。哦，这边是定到了487的位置。他以为这个定位是门口点门的人定位。对，那这样的话赶紧往回跑。487的话往鬼屋方向走，应该另外一个人要来偷终点门了。记者要点终点站，然后487看看有没有可能通过他的球加飞轮走掉。但是有车，开车过去之后是能走地窖，但问题来了，门没有怎么办呢？门还没摸到，要不门过来点起点站吧？门摸上了吗？点摸到了，摸到了，这边要走地窖。3站有人点吗？3站点了，没点。没有，他可以走地窖，但球不多，走门吗？想。哎呦，487要走门啊！能走门，487前面门没挽留嘛，所以这个走的概率很大。对，先干扰一下点门。但是门开了，没什么办法，想去真正目标是记者，还是平局，没有什么办法，还是保住了这个平局。哎呀，挽留真的是个好东西，碎石开门，而且这个版本的追击很依赖碎石的，是。所以小地图这角色呢，我们觉得它强度有，但大地图呢，藤万有个问题，求生者也可以平地绕的。藤万他的操作难度比较大，丝滑，对，他是需要按左右键。他如果丝滑，鬼无桥了啊！鬼无桥，杂货商这角色面对先知1秒有碎石，面对古董商他有宝石，是。然后你拉点，你不是飞行家吗？喷得远吗？我藤万能赶上去，所以他很全面，什么地方都有。对。但你说突出吗？进入比赛画面啊，直接是奔着回忆的曹操大师方向去走了。哦，真的吗？哎，真的呀！先吸个转出来，哎，转弯去找。交了，那我就走了呗。对，你交你的烟炉，我找我的先知。追逃大师也有好处啊，就不需要考虑他开门战的事情了。是的。但曹大师可以留着技能不用，对吧？我开门战如果还是能逼换挂的话，我还可以用。这边就交了一个位移藤蔓，怎么说？开门了。那碎石了，造成一个小短板，碎石打到了一下，再开一个门，哇，双开门，坏了，双开门。我的天哪！那拿到一炸一刀，下面的话鸟是刚刚回来啊，在拿刀的时候。我感觉这个杂货商训练少了，因为杂货商这角色他。看一下这个碎石看碎石了，碎石不太难躲了，碎石。哇，交鸟躲了，那开门这边超级小短板，那没了。碎刀，哇，不能卡板玩，是玩不了。哎，你别说，我觉得本来觉得这个地图还可以，但现在一看，你窗板少了，我的门开的也少呀。对，这边还有个地下室，这事儿闹的。我开一个门就可以把你锁住了。这桃子大师唯一处理不了的地形来了。对的，还真对的。对的，那下步怎么救呢？他也不好救。对，有宝石落地刀，宝石落地刀，我的妈，他那个太强了，堪比黄衣。我的天哪！那看一下回忆这波啊，但回忆没事，他第一刀是不吃的，对吧？是，所以他下面有个什么？哎，藤万没放好，藤万没放下面，他放在上面，得放下面。是的，他应该要蹭一个进出迷烟的一个加速。蹭一下加速，然后往楼下直接冲，然后被打落地刀，没关系，直接一个瞬移。是的，这把扯下来，我的天哪！虽然我挪不了人，但我下去没有压力呀。对，无伤救了。逃脱大师才是真正的魔术师，我只能说。对。魔术师真的在他面前就是小卡拉咪的感觉。也不能挪椅子。对，可惜逃脱大师只有一个。对。只有那个一次。哎，过客过来，想逼了，但是剑王这边没有宝石，宝石这个东西点了吗？点了。点了。但是击退效果很短。是的，
这是宝石比较克制这几个 OB 位的原因。藤蔓咬住，给到一刀，哎呀，不是这个飞轮是交不出来的，交不出来的，是基本上可以说100%交不出来。对他稍微远一点。哦，这个走位丢掉了，还行，可以，郭克能还要操作一下。过来，有藤蔓打下来，打下来，但是正好消失，消失掉了。再补一棍，再补一棍，活了，能操作。哦，好起来了，对于穷人来讲，再开一个门，碎石，但是碎石空了，前面还在搏一板子。再开个门，有点一个门不够啊。碎石架住，这刀抽到没抽到？过板，可以。那我现在看看古董商现在保不了吧，只有一棍。古董商得撤了，古董商得撤了。因为他们这把3跑必须得拼。看逃脱大师要不要操作一下啊？挪吗？挪到那个桥上，挪吧，远一点点。对。啊，挪到了这个桥边啊，人皇桥边的椅子。然后这波的话，2台密码机在修，这边来救人的是逃脱大师。有一点压力了，这波有点压力了，他的，因为他保活，被空1秒没关系，可以救。哎，救人没摁上，救人非常痛苦，这有点难受。本来这下是能挪开的，我能扛的。是的。哎呦，那直接不够了，密码机不够，差得远。且这把球只要3跑，他们是的，看波克这波走位。没有躲掉，这个地方要倒了，碎石带走。哇，还能省一个操刀，而且挂到一铲。椅子有吗？没有椅子。那边活木马是没有刷椅子的。是的，飞人家过来救逃脱大师，给点密码机压力。没错，逃脱大师应该把椅子挪走了，对吧？不让你挂一铲。对，往鬼屋方向挪，直接挪鬼屋里了。我这个距离太夸张。那姜也不要了嘛。找逃脱大师了。鬼屋里的话，那我就找别人去了。对，躲得起来吗？但古董商是个伏笔，他开门战还有化险为夷的。其实这局3跑面他还是有的，因为逃脱大师还活着。但逃脱大师要走地下室了。不过他挪过2次了。他地下室本来也挪不了了。对，他如果真到地下室，本来也他挂外面，他也挪不了了。对，2次，哎呀，其实也够用了，一般情况下。但这一把是现在是特殊情况。对，2班情况，特殊情况。空调准备过去救，然后这边再灌一下古董商，看要不要锁一下密码机啊？藤蔓直接过来了，找人。哎呦，一个回手，给到一刀。飞轮能顶的，他没舍得交，他觉得绕回去绕不了他吧？可能是他觉得他这个是看长度的，不是看时间的。对。所以说我在墙上，我可以一直在那撞一下没关系，对，调整我的这个距离。对，这个机制问题。再给一个空，然后再教藤蔓去找。交掉了，因为有人偷，意识到了吗？他能不能意识到古董商没有回光返照这个事儿比较难。古董商他知道有飞轮，对他只知道有飞轮，这个对于求生来说很重要。对，但是完了，那这样就应该能看出来了。真对刀意识到了，飞轮交了，为什么没有回光返照？直接亮，好吓人啊！早上这个空调还在脸上呢。对的，这波沟通点小失误，直接交大喷走了。哎呀，但是走的不是很远，碎石现在其实可以不用躲了。藤蔓能绕到吗？没绕到，回去了，隔窗刀。不用了，直接砍了，够长了。是的，刀气确实是挺权威的。都不想给你绕了，我先把这个碎石给存下来，手椅的时候用。是的。那现在求生者怎么办？得争是有搏命，但这个门没有碰过。对。又不能挪椅子了。现在是真的需要逃脱大师挪一下了。挪不了，没得挪了。对，就是现在没办法了。对他把道具交完了嘛。哎，不能走。不能走。没事，他有传送能回来。走吗？他有传送能回来，他觉得他能回来。这边就行了，保资保平就行了。是的，过来有耳鸣了，排到人了，化险为夷救了，直接传送过去没问题。但是你要面对的2个人的位置就有变化了。对，空调现在就追谁的话，谁就往地窖去溜了。过客还有道具问题啊，一个道具应该够吗？不好，门没点还行。看这个藤蔓，这藤蔓是缠不到的，只能拉近一波距离。这个时候这个距离门开多少了？碎石一下。翻过去开个门，飞行家还没到，这边能倒吗？没办法，这边是出刀直接带走了。飞行家一卷，他门开了，飞行家也没到，所以还行。飞行家起码还得15秒才能走。再挂个地下室呗，要不？对反正挂哪都 OK 吧。都 OK 了，反正都是很大了。对。而且古董商这边挂过的嘛。
好，那这样的话，随着古董商的挂飞，也是要恭喜成都狼队拿下了开幕战的胜利啊！首胜是的啊，拿到了开门红。对，还是挺焦灼的。因为成都狼队这边也是赢了2分小积分嘛。啊，对，赢的不多，但是最终还是成都狼队的胜利，而且主场是他们换的。因为正常来讲，木偶师他使用路易，对吧？我是可以去挡半格的一个恐惧值的。对。那我碎石买卖下去1/4的伤害，如果说也吞掉你一个路易的话，那我就是纯赚。去选择是一个十字形的选择，杂货商是选在了独栋门。而且这样的话，其实他的选点没有赌到特别好的。中场是一个木偶师嘛，然后幸运儿离他最远。看一下。海瑞这边直接选择往中场走，而且是率先自然交易吸了一下地面啊，给自己有一个藤蔓追击的节奏。不过木偶师已经提前拉点了，拉了还蛮远的，拉到的是 S 板方向。对，而且他们其实是18那边往墓地去转，然后幸运儿那边已经是出来 S 板了嘛。是的，来了，直接开门进入墓地，看一下藤蔓要交吗？选择直接交。拐了个弯，非常精准。是的，这样的话能够直接先震在哪一刀？哦、他这个震是顶掉了18的路易，然后平地刀多拿了一格的存在感。是这样的话，其实就是有一个速秒的机会了。对，那这边门已经关上了，所以只能被迫跟。那这个点位，其实白鹿移形马上也好了，还有1秒钟可以用移形直接收掉。对，这样的话你移形过去的话，非常的快啊。对，你基本上是一下车就要倒地了。是的。再封一下密码机，加上这把18，它本来就是带的一个化险为夷，所以你外面的话就是闷掉了一个化险为夷了。哎呦，这就是杂货商的克制木偶师的一个地方啊。虽然说木偶师你的一个路易它是没有 CD 的，但是你其实也不一定会在被追击的时候连按2个路易，对吧？当时18如果说他连按2个路易，那么他进入一个半状态，可能还能稍微再牵制一会儿。是。而且加上你墓地那个长窗，杂货商是可以去处理的嘛，就没有别的监管者那么乏力。是的，哇，现在身上的储存非常多啊，有2个重金之托可以用来增长自己的攻击范围。那其他方面，现在是枯草贴过来了。是的，先用碎石打一波伤害，掏了下来，但守墓人扛到了这一刀，其实。这一波对白鹿来讲无所谓的，能拿到守墓人状态他是赚的。是的，但是自然交易过去之后，其实木偶师那边也牵制不动了。没错，而且很快就开到了2阶啊，对于白鹿来说，后面的一个控场会更舒服一点。这个地方也只能说尽可能的挂得慢一点。但这样的话，守墓人被迫到 S 板去开密码机。S 板前面应该是幸运儿留下的一点遗产。对，因为他是选择把自己的一个机械傀儡背在身上嘛。是，这波看一下能不能拦到皮皮章的一个走位。但皮皮章那边也是多了一个飞轮，看能不能再博弈一下。提前拿一刀，但这个距离有机会吗？碎石震一下，震到了古董商，没有震到木偶师。如果说刚才能够打断古董商的救人的话，那还挺舒服的。是的，看一下皮皮枪那边是补充了一个信号枪。是的，那这里3棍下去，要不要考虑交移形呢？不太敢交了，看到幸运儿其实是不太敢交了，最好是吃完枪以后再交这个移形，那样的话就没有亏太多。对。而且这样子的话，其实也是不会说浪费太多的一个距离跟时间。是的，皮皮虾这里想用卡位去断一下白鹿的藤蔓啊，所以白鹿只能赶紧交出移形。这个点位要碎石交易震一下吗？直接先开门过来。对，震到了。这个技能的 CD 还是挺快的，马上又可以震第2下。哎呦，一个肥胖流被拦住了。是的。那这一波只能用藤蔓去追击了，而且密码机其实差的也不是特别多，差个小半台。没错，这边直接藤蔓过去，补了一段距离，距离拉得很近，但是没有碎石的身位啊。这个它密码机其实就差15%。没错，这里看一下皮皮虾能不能帮忙扛一下。
但是这一波碎石的预判很关键了，是的， 18密码机是已经压好有了，没有躲掉？怎么说？充电了，起来的瞬间交了路易一个加速，18直接拉开身位，藤万继续追击，追得非常的精准，白鹿。 然后能够进板，但是他前面是用诗句抵掉了这个藤万的控制，所以给到了自己有一个进板的身位。而且开门的第一时间是没有看到他的身位。没错，然后再来一个碎石击到了莫斯，但此时白鹿身上的移形是没好的，所以他是管不了学校门了。这一把应该是完成由求生者完成一个3跑。现在的话门是已经开掉了，然后3个人出门。 那上来的话，第一局是已经被成都基建那边3跑了，我觉得可能在下移之后交会收益更大。是的，所以是看一下吧，看一下江秋这边怎么选择。而且对于针对冒险家这个点来说，我们也看过很多的跛脚羊去直接选择一手失常了，他可能会赌这个冒险家他放在外面，然后去选择往外找，就刚好中了马西的这个计谋了。 这个选点的话，基本上是找不到冒险家了。对，毕竟是离着好。看一下，直接冲着咒术师的方向，奈奈没有在平地上拉点啊，他选择在2个板子中间等。那这样的话，进入追击节奏就非常快了。是，不过这个点的话，有个板区也稍微还行，先处理一下还是能追的。再转到边上的双11，看一下这个点位，江秋踩完板以后可以封笼子了。 直接钻第一层，后直接交了出来。哦呦，反应非常的快，但是第一个笼子并没有废掉啊。回来这个点位还能接得上一个砸板，但这个砸板其实整体的一个收益不是特别高啊。没有拉开特别远的身位，还在反向骗了一下，翻得了吗？翻不了了，直接倒地。是的，现在倒地的时间才40多秒。这里交完猴以后，他的一个后摇是没有办法让自己立刻翻那个板子的。是的，加上第一波其实追击的时候，江秋并没有说把这个兴奋交出来，那你可能后面咒术想要再去牵制也比较难了。这就是我们前面说的这个点位怎么说？一刀直接打出了星河，进入失乐园状态，还是看到了救人位的一个节奏。对，还被逼救了。现在不打算交道具了，技能也没交。 那这个点位奈奈往最角落去跑，可能是要等莫斯下一波救下来，再去使用自己的技能。但还是那个问题，你的兴奋一直没有吃出来，所以你下来了之后，我感觉可能还是有点难牵制很久的时间。因为现在加上冒险家的输液密码机是2台半左右。攻击到了大副，花池提前拉了过来，但这个点位是有可能被拦的。 看一下能不能看到脚印，再往窗口面前看一眼，看到了，脚印直接排到这里有个单向龙，想拆，是的，继续封，再交一个围龙，一个反向龙，先拿一刀，但是愿力值已经不太够了，这里应该还可以再逼一波路易，淘汰进度很极限了，怎么说？江秋，小路易，哎呦，还是成功把人给掏了下来。 这个地方想过来砸头，没有来得及砸到。花池给到了一波双倒，奈奈手上3层猴，但其实对于他来讲，有一个兴奋在等着他的3层猴啊。要拖1台半的时间才有机会4人开门战。没错，板子先踩，这里身位也被架住了。就看一下奈奈自己单人牵制能够牵制多久吧。那边赶紧去先调一下状态。 逼出了兴奋，但是电车哥过来帮忙挡了一下，自己拉了回来，一个蓄意刀能打到吗？没打到，还有2层猴，感觉能继续牵制啊。这个板子必须要踩了，还是等40点愿力呢？但你等40点愿力的话，手上还有2层猴，可以跟你再拉扯一会儿，马上变黑龙了。怎么说？哎呦，这里还是击倒了。是的。 那起码是把这个密码机拖到剩下最后的1台。对，而且把技能也给逼了出来。 这样的话，江秋就没有办法利用技能快速的去续下一波节奏。最后是通缉到了一下小迪，所以小迪是赶紧把这个输液交了出来，把独栋外面的台破开了。是，看一下这一波有没有机会排到吧。毕竟有棉阵这张地图的话，还是有一点机会能够快速找到冒险家的。我这把求生者也是都有回光返照啊，所以。
开门战就算针对谁，也有一波回光返照起身的机会。但是过来下板还是有刀。那下一波必须要交表了，不然的话上野就有点快了。交表就有点不再想追，想要去管一下甲门的密码机。是的，而且冒险家带着20多的输液过去，甲门是有机会把密码机直接通电的。看一下，已经到了，要直接开吗？哎，先拿了一刀，然后再用输液秒掉密码机。江秋开门战的输液不是特别多，但是如果说只是打针对保平的话，还是有很大的机会的。是小迪那边其实他整体这个围龙架的身位是有机会能牵制的，手上还有个飞轮。是的，他在这里骗，造成了一个黑龙。哎，这也能钻吗？为什么你钻得我钻不得？江秋懵了，但是地窖并不在甲门，学校门也没有人点，这个点位愿力值马上够了。小迪的飞轮液已经交掉，所以应该是不太好走了。前面有个板，想预判你钻过来，我再砸。主要这个点位的话，其实本身离地窖也还有一定距离。如果说江秋那边一直架你的身位，你是走不了的。是的，但是可以成功挂上冒险家，求者也是选择直接出门了。这把对于江秋来讲也算是完成任务，因为他只需要去保平嘛，就可以为队伍争到一个5比3。不过这把的话，其实以咒术师第一波被击倒的时间来说，他是有机会去争一个多抓的。是的，但他输的。对，但是如果说你是那种板窗多的地方，那么你的藤蔓其实就没那么好释放了。月亮河的话还是稍微舒服一点，然后包括他的一些开门技能，在月亮河这个地图也有很多的长窗可以去开门追击。对。就你一些双窗的绕点更好一些。对，毕竟你双窗附近是包着3个求生者嘛，那这3个求生者你就看你想追谁，直接可以考虑去追了。而且其实开局这2个角色都是可以去追一下的，一个是逃脱大师，一个是鬼屋的入殓。其实我觉得追逃脱大师会看一下去鬼屋还是去山站，直接往山哎要拐终点。有点想要去拐终点的奈奈，不过终点的话是一个小说家。这个点位的话，他其实是没有那么怕终点站地形的，对仙妖们来讲，直接开门拉近了身位，再卡一下狩猎本能。前面的话可以去交藤蔓了。是的，哎呦，这个地方拐得非常好，拉近了很多的身位，再来一个碎石，哇，这个快速连招，是的，让你进入受伤状态，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去下那个板。是的，而且2板1双其实不太好绕啊。是，这里再来一个吸收了一波地面。藤蔓又可以释放了，但是奈奈这个地方直接交出了一个隐喻换位，不想跟你进行一个博弈了，我直接换位打断你的藤蔓。这样的话也是能把自己的一个飞轮给它拖出来。是的，但这个位置如果说有一个碎石交易的话，但很可惜啊，他前面是没有开过门，所以再次用藤蔓跟上了。仙妖梦这个藤蔓的熟练度真的非常之高，而且他对于技能的一个利用率是很高的。对，这边有个地下室，把人挂进地下室的话，有个好处啊，就逃脱大师没有办法把人给移出来了。对，而且他这一把跟陆炼师也没有见过，那么如果说你想救人的话，必须让逃脱大师出动本体跳进去救。来了。这里仙妖梦没有上去考虑打一个落力刀，因为逃脱大师他有被动在，你打这个落力刀的话，他也是可以无伤的到达椅子边上，所以干脆在下面来守这波椅。震一下，前面想打一刀，还是打出了被动。我上去了之后，其实他也是比较难去再拖很多时间。没错，藤蔓控刀没有选择上去打落力刀，毕竟刀气是比较短的。那这个点位，星河继续待在下面。其实击倒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，而且奈奈这一波没有见过入殓的话，下一波救人该如何是好呢？除非是让花池翻一把信号枪过来救援了。感觉有点压力，不过好消息是花池那边他是离得比较近的，因为他刚刚已经跑路跑到3站去了。哎呦，不过被通缉到了，这里应该会搬一下吧？看一下搬不搬。直接进行了一波换位，看一下换到哪个位置？一个预判的碎石。那这下的话是没震到的。没错，搬到了终点附近的一个椅子。但是花池手上没有信号枪啊，所以这一波就算救下来，不一定能保得住。毕竟奈奈的隐喻吸了只有1/3，一个藤蔓想回去，一个飞轮打断了这个藤蔓。
也是帮了一下，但是奈奈那边其实感觉要在这个地方绕起来还是比较难的。看一下有没有机会吧，银玉只差一点点了，卡雷布红光在骗，碎石震没有震到，看一下这个吸出来飞轮了。是的，但这里哇再补上一个板，但此时密码机的进度还是不太够啊。这个点再来一个藤蔓，有点着急了，自己拉进了板间，被迫交出了移情。是的。 但因为前面的话，隐喻跟飞轮都是已经交过了。而且新妖梦他其实不太喜欢使用重金之托啊，没有那个把自己的攻击距离加长的这么一个说法，所以导致他在一些短板博弈也得被迫用藤蔓，那么你的启动速度就会比较慢一点了。这点位再次找到星河，利用这个双板在烟雾里面稍微进行一下牵制。 哎呦，这里还是拿到刀了。是的，直接拿到一刀，再来一个藤蔓往外拉。不过花瓷手上是已经补充了一个信号枪。是的，但是现在的关键点在于剩下的3个人里面有2个都没有回光返照啊，看仙妖梦会不会利用这一点去做点文章呢？这一波又一个飞轮顶掉了藤蔓，熟练度都非常高啊。 先开门，想震一下，但很可惜没有震到。他们是选择了在2站跟对面是多起了一台。是的，那边新开的密码机也非常多了，已经有40的进度。2站灯看一下有没有关，没关。是。其实他是有点想说，我在开门战之前先把小迪的一个灵柩给他逼掉。 但是这个速度来讲，好像能打倒，确实能打倒。对，因为密码机是不太够的嘛，你新起的那台其实也只有60、70。没错。而且如果说能往终点稍微挂一挂的话，他一会儿还有其他的选择，就是说我不一定要回去管你那个入殓师的灵柩。是的。而且最好的话还是自己反生一波，因为逃脱大师跟幸运儿都是没有携带手回光返照的。没错。所以现在的话，他们可以去反生完之后找人贴门。 直接反生，那这样的话，看一下小迪最终选择的一个牵制的位置是在哪边？用碎石想压起身，但是小迪这边也没有给机会，走位非常的飘逸。继续开门，再存到一个碎石交易，哎，可以震到了一下，想利用这个门最后1秒关掉的时间跟他来回穿梭。 这的话选择直接开，没错，但他也是交出来了。这藤蔓跟上了，秒得非常快，直接打倒。手上的话其实还有一个底牌。是的，这里选择了直接开门下去，给自己创造了一个很舒服的地形。但现在的点在于起点门要开了，怎么说？船送过去，但船过去的话其实会比较急一些。好像发生了什么，又好像什么也没发生。 但是船到了起点的话，他的选择就错误了。现在还不太敢走，因为入殓师那边被搬走以后，他还得防这个幸运儿，万一回去把人给偷下来了，导致自己被迫只能继续守一下入殓师了。其实他本身传送的那个时间，我觉得也是比较极限一些的。是的，因为其实算是起点这边贴门贴的比较快的。如果说他去传终点呢？ 如果说你割据把人给击倒的足够快的话，他基本上是一个非常能够滚起雪球的角色，且后期能够一直去争着你的密码机去打。没错，摇摆空间。有这个点位的话，就把起点的密码机封，比较常规的一个选择。加上恒动机，他们目前是有一个要往终点走，皮皮桑也是提前拉了进去。第一波应该会捏个强风，保证自己。 气象瓶能多用几次。对，不过这地方的话还是能够先下板。是，直接从边上绕，他也没有选择再去站台，一个强风没有问题。
白鹿选择在这个板区先留一个影子，这样的话，如果把你逼回去，他可以直接回溯到那边影子。是这样的话，你没有那么好去绕梁没窗。那你 B 站那边是选择了先去绕窗户。对，手上已经捏好了一个陈云，那这一波是可以往终点站转的，因为你终点站已经没有影子了，所以这个陈云拉进终点站是非常非常舒服的。是这样的话，又可以去跟你绕一下终点的站台，而且刚刚那个板子本来就没踩。对，而且白鹿手上的移形也没有好，这一波等到贴近的话。 看一下短板的一个博弈。是的，但皮皮上这里飞轮交了一下，但他手上的道具是已经交完了。就正常来讲，我们是一个小风嘛，小风再加2个云，但他这一波道具是没有计算好，直接被秒了。秒而且到火灾的气囊没有堵到这一下。是的，搞到了双窗。那这一波皮皮虾被赶走，必须要换台密码机破译。 对穷者来讲，有2个化险为，有可能让火灾直接过来救人。那这里如果拿到1刀的话，应该是救不了了。手上有一个移形，而且其实他的气囊感觉2个气囊交的问题差不多。是的，白鹿这里有个落地刀机会。哦呦，很舒服的节奏啊！皮皮虾卡的位置有点太远了。那我们可以看到那边。 枯草已经提前摇了海神怀表，想给自己一个小加速过来救人，但人应该还是要被卡过半。一个回溯，想去躲掉后面的几段表。直接一个无伤掏，枯草还得回去摸人。那这一把这个节奏来看，白鹿是有机会能够争到多抓的。是的，因为你前期掉的一个状态也是比较多，而且密码机真的不是很多，只有2台左右。是。现在2台的一个火灾，它是已经把2个气囊都已经交过了。有一个还在终点站里面，一会儿如果摸完的话是可以回去捡的。这一波应该是打算把求生者全摸起来，但是你摸起来的话，白鹿是可以确定你们的位置的，他可以直接回去续这个火灾的节奏。 其实他只要一看你们的状态调满了，就证明还在终点站台。是的，这边要不要先绕过去把气囊打了？没错，白鹿这里很聪明。哎，不打吗？不打。那继续追。考虑到你如果不清的话，比如像那边有一个比较危险的身位，能够先去拿1刀。回身想断一下影月。不过从这里拦的话，皮皮虾应该也是到不了自己的一个气囊的位置了。是，感觉就绕板吧。完全不够的。 不要想着去捡气囊，又被抽到1刀。抽到，那续节奏续得非常的快啊！而且还是提前减员的情况之下，现在密码机只有3台。是的，3台密码机已经第2个人上挂了。大副的话，化险为也是交过了，这波再过来清清你的气囊。这一波可以拦到大副吗？因为刚才确定人是往那个双窗去破译的。如果说提前拦到的话，这个大副也不一定救得了啊。影月断了，这里要先拿1刀。那枯草不敢交表，因为他如果提前交表的话，人是一定救不下来的。他必须贴近椅子，再摇表，利用失乐园的5秒无敌去把人给掏下来。那他这样救下来的话，其实收益也不是特别高，甚至说都没救下来。是的，哎，他这里为什么不交表呢？ 他是怕交完表那个后摇没法掏人吗？而且我觉得他是有点，或者说你的距离够了。对，有可能是，有可能是。那这一波不管怎么说都是一个失误嘛。现在白鹿选择直接把人给挂上，他是非常确定18的位置已经排到了，非常的自信。那这一波挂上18是可以上车吗？先续盾，给到一个秒盾，这波车可以开走，白鹿可以回溯。 提前到2站进行一个拦截，站台的话是没点过的，是的，所以下来可能也是牵制不了太多的一个时间。但是有一个秒盾，看一下交得出来吗？先交魔术棒，板口一拦，这个点位，最后的2个小短板应该是不太好博弈了。哦呦，直接打倒。 白鹿也是在翻一个4抓，对，也是在第2局还给了成都 GG。这样呢，他也可以用陈云在2楼跟你拉开比较远距离，都是比较有位移能力的一些牵制位。你像火灾的话，它也是可以进行一个堵点的嘛。这把的话，可能还是得去带一个移形。没错，那邦邦直接选到了闪门，这样的话拼成一个10字，直接去中场看一下能不能逼一点道具，或者说直接转大房。
果然直接去追火灾，哎，先往中场走，他怕直接走那边的话，队友爆点他就提前拉点了，所以这一波追守墓人也能进行一个1追2的节奏。起码说你2个人都不会说进入一个特别快的破译密码机的机会。对，小梦这里卡一下狩猎本能，看一下左边能不能看到火灾，没看到，那应该是准备直接追守墓人了。不过现在的话，其实邦邦没有那么好追守墓人，以前会比较好去秒。是的，毕竟现在的铲子能够挨2次伤害嘛，提前一个5秒雷封一下。但星河这里看到，哎，2连没有炸到，那只能出刀了，而且利用高低差呢，也是躲掉了仙梦的很多雷。这的话，你只能说先清一下这个板子。是，但第一个铲子其实掉的还是比较快的啊。仙梦这里一个2连雷，怎么说能炸到吗？两边一起封，但是并没有拿到伤害。铲子 CD 马上好了，星河直接下铲，这个2连雷也没有炸到。那时间的话就拖起来了呀。是的，这里有点难受了。可以拉得比较远，这个地方感觉还是得拿一个插刀啊，炸是不太好炸的，一个插刀，然后再用移形跟上。但现在密码机已经挺多的了。是的，这个翻窗2连雷没有炸到，但这里的话应该是有了，哦呦，也没炸到。对啊，感觉这一把星河的牵制非常的优秀啊。是的，一个移形过来。从开局打到现在1分40秒了，刚吃了第1下雷，遥控雷还空了，也没了。你只能说往前跟，然后有一个插刀。是的，看一下中场有没有地下室吧，还是说考虑其他的呢？但他这把的话，其实几乎是单人牵制，气象只是过来帮忙下了一个板，单人牵制3台密码机。没错。虽然有地下室，但他也没办法去挂，因为你挂地下室的话，就给到了穷者强行去破译最后2台密码机的机会，还不如早点上瘾，早点去打一波手瘾。但是他必须得塞雷，你不塞雷的话，穷者是不会被迫过来救援的。先塞1颗，看一下穷者过不过来，后面再考虑补这个雷。开始先扑，花池这把带的是飞轮，哎，继续塞。看到快要爆了，那这边第一波应该是没法救了，直接起飞了。星河牵制非常好，但是比较可惜的还是在于外面的队友没有人有化险为夷了。是，不过花池的话，它本身是有个位移道具的嘛，所以星耀梦这边想要去管一下狮子楼后面的密码机。是。看仙妖梦这里续第2波节奏的速度如何？有点不太好续，这3个求生者都是有一个位移能力的，而且目前拉开的身位也是比较多，手上技能又没好。是的，小迪继续一个窗台拉走，没办法，只能被迫回来管中场。但中场你跟那个狮子楼内侧的那台密码机，2台密码机离得也很远。哎呦，补一个3连雷，但是被花池预判。是，感觉今天星耀梦的雷其实并没有说拿到特别大的一个优势。是的，反而是求生者那边都躲得很好。2连雷炸到了，但也没有一个太大的关系，因为密码机其实是快够了，就差最后的20%，然后这里还有一个小2楼的高低差。不错，而且花池手上还有道具。看一下，哎，钩子交出来以后被预判到了一个身位啊，那这有机会压起身吗？直接开。仙妖梦的雷已经不多了，看一下，直接切成移形，有机会直接打倒。这把最终看起来应该像是一把平局。病患那边也是一个1挂，是，所以感觉没有特别多的去争的机会。对，这就是邦邦呀，他保下线能力非常强。我们看到前期虽然说星河确实是牵制了非常久，但是仙妖梦的这个手椅呢，也是给到了马街的其他人很大的一个压迫感，让他们不敢过来救人。毕竟你化险为夷已经被吞了。如果说你这把是有一个速修点位的话，这把可能可以压满去救一下，因为密码机有机会够，但是没有时间才行。毕竟你没有一个 OB 位去帮你拖。如果说最后差半台左右的话，你是完全没有办法去拖到那个半台的。没错。最后一手没拿 OB 换3连方向的飞行家以及闪门的邮差。白鹿选到了一个花坛的位置，脸上一个病患一个飞行家，牵制能力都挺强的。看他往哪追吧，我觉得往飞行家那边。
一下这个点，直接选择往飞行家的方向去，也确实应该是想把18给架在3连的位置。这把18带的是化险为夷啊，所以前期的牵制还是有一定压力的。先交出一个喷气背包，上到了2楼，这边跳下去。 下一个背包的时间应该是能拖起来的，毕竟白鹿的第一波双惊喜并没有上到惊吓标记。得看一下下一波的一个博弈了，选择了直接交一个大喷，但这里有点小失误啊，没有喷进门里，是在墙外面卡了一下，一个双惊喜上到了2个惊吓标记。这样的话就差一个干冰舞台的惊吓标记。是，道具其实逼的还是比较快的。下一波从楼梯上反绕，卡一下位。 看一下这个双人惊喜能不能直接拿到伤害吧。先交飞行器。是。怎么说？想用本体的先交，确实也是拿到了伤害。有没有双球？有，给到了双球，回身再一个白色的惊吓标记，而且脸上是地下室。那这步的话可以选择直接挂到地下室去，反正这把它本身的目标就是冲着一个保平去的。是的。 这把18牵制的也是挺不错的，其实，但是没办法，你进入追击的时间太快了，还通缉到了逃脱大师。哎呦，那这就比较难受了。这里能不能提前闷到？先上到一个球，双球能上到吗？还差。是 ，OK， 打出了被动，但是还是有机会造成伤害。这个地方要等到场谢幕吗？没有等。 是先打了出来，是，但没有关系，可以先去打飞行家的一个针对。是的，要不要考虑去打双导呢？毕竟有1型在的。先看一眼，然后再回来。是的，其实可以打这个双导的，但是还是怕夜长梦多，没有去追这个逃脱大师。那把人往大房方向继续挂，这样的话。 知道你逃脱大师救完人，一定会在大房开心机，对吧？他也能稍微去干扰一下密码机。不过反而是逃脱大师并不害怕被压遗产，他可以选择把人给直接搬走。放到了靠近甲门拱门这边。是的，一个1型过来准备逼救了。这里看一下双人惊喜，是有机会上双球吗？ 甚至1颗都没有上到哦，再拿个钩子继续拖。皮皮虾这一波走位拉扯得很好啊，淘汰进度卡得很死，然后无伤掏了下来。18这里只能往远处倒了，但对于求生者来讲，密码机是还是差了一点。那你在提前减员有挽留的喧嚣底下，我觉得还是比较难去争一个多跑的。比较难进行3人3跑了，但是还是得看一下他们开门战牵制的怎么样吧。毕竟大家开门战都有一些道具嘛。但是还是比较偏向于平局多一些。因为我们已经没有飞轮了。对，其实我们会更觉得飞轮才是能够创造奇迹的这么一个天赋。这边求生者应该是要考虑强开密码机了，直接开。但如果直接开的话，其实这2个人都还是有点被架在了大房。是的，不吵。 先拉起烟墙，队友给到了一个牵制性，先增加移速。哎，这里想砸头没砸到，不过苦草身上已经打到了，对，直接引爆了伤害。那对于白鹿来讲，灯笼门还有机会管吗？这边的门好像确实是少的。哎，苦草把自己移到了门边。 但穷者那边已经没有化险为夷了，而且那边门也还差一些没点。是的，不过可以看到远处的队友好像在翻道具，白鹿也不敢深追出去，他怕这里有人会回来强行把人给掏下来。但这个点的话，我觉得是没关系的，你只要能够保证把这个灯笼门守住就行。哎，直接叫移形过来以后，一只狗咬到了，没办法，白鹿被迫回来。是的，看一眼，如果没有的话，可以继续去架着这个门。是的。 只要你门不开，一切都好说。对，因为这一波挽留其实是不太能拖出去的。皮皮汤这里选择用自己的命去换枯草的命了，但是对穷仔来讲，还来得及掏下来吗？双惊喜有一波，就是救下来了，但是门没开啊。没错，这里枯草也是一个过半的状态啊，这里即将被挂飞了。
所以皮皮虾必须赶过去把灯笼门点开，然后看邮差能不能交出一个绝处逢生。哎，再摸，好像，哎呦！但这边的话他自己走不了啊。是的，这个双球叠得非常的精准，然后先把皮皮章挂上，再利用一个空中飞人回去挂病患。这里感觉不太能再放了，因为你再放的话，皮皮章是稳定能够交出绝处逢生的。是的。那看一下那边已经是爬出去了。是的。不过白鹿那边也是顺利的完成了一个3抓。没错，甚至是净胜都比保平的话会多拿到一个嘛。我们通过今天的比赛能够发现，这个角色他追击木偶师很强。对，就是木偶师，你面对杂货商的话，你的道具其实没有那么好去释放。是的。而且你一旦没有交道具，被他的藤蔓捆住的话，就是一炸一刀。对，而且还有就是说这个碎石嘛，这个碎石其实给到他的威胁就比较大了。你这个板子你还是过还是不过？你不过的话，追击上的困难。看这边是选择中场，大船这边是个迹象。散开的悬点，没错。监管者这里是可以直接去追大船，或者说我去找一下这个陶大师救人位嘛，因为他的技能对于。看一下，上来看会选择去抓谁？选择去找大门，开始的话选择先吸一下椅子，是获得一个加速跟刀气。对他来讲的话，可能不是很着急去开一个门，或者说吸一个藤蔓。对，就看这个迷烟炉到底怎样去使用了。杂货商这边接到双11，但是陶大师也是直接交出自己的物。那窥视者的话，可以很好的帮他去解决陶大师的这个迷雾。对，能看到他这边的一个具体方向。直接把门打开，有一个碎石，但是没有炸到，好像是炸到了的。哦，炸到了。是的，炸到了一个1/4吧。是的。这样的话，一刀打出被动，再交出自己的第2段道具，那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白板。这一下还好，也是挺难翻的。因为杂货商他的一个本身的刀是比较短的，但是很快。再开一个门。隔绝这边的一个障碍物，想交碎石秒掉，但是没有炸到，无心的走位还是比较谨慎。对，围绕监管者旁边的话是很难炸到的。是的。那么监管这边绕路等下一波的一个技能 CD 了，因为他现在手上是没有道具的。带着窥视者的话，自己的追击其实就没有想象中那么快了。是的，那估计还要继续开门，手上有一个碎石可以打一个交互阵。到了。这边的话一击倒之后，密码机其实也差不多进入一个3台了。密码机的进度的话还是比较快的。对，你别看现在牵制前人好，但是现在救人其实是一个难题。是的，因为在杂货商他可以面前我控一下震你一下，控一下我震你一下。对于求生者来讲呢，他们少了一个化险为夷。是。那对于监管者来讲呢，这个密码机的一个进度它也不是很好控，毕竟杂货商呢它不是一个控场型的监管。周叔这边是没有带化险为夷的。吸一下地上能够给一个禁锢，再交一个碎石，想敢直接救吗？救了下来。打针对。哎呦，没能打到，还能帮他扛到了。咒术这边挡到刀之后呢，是有一个大猴的，要不接着帮，交一个藤蔓去拉开距离。那这个藤蔓转错方向啊？对，没有拉近这个身位啊。是的，反而把自己还拉远了。五星现在可以直接往角落多牵制1秒是1秒。是的，五星他这里已经活出了一个化险为夷的一个时间嘛。是，所以周叔现在也不需要帮忙了，直接去补这台密码机。那救人肯定是赚的，因为等于说我这个圈就没有被吞了。甚至这里还能再牵制一段时间。是，得赶快去处理掉陶大师了。这个碎石炸到了，其实也没什么用哦。这一刀不过好像能拿到了。要拿到。但是外面的气象还是有圈的，那密码机你干扰不到的情况下，其实可以选择压满就去开圈，防止说陶大师他没有回光返照的一个问题嘛。对的，对于东西来讲，这波一定要打好手椅。现在就看阿策这边怎么救了。是，接着把自己陶大师的一个功能就非常强势了，我可以选择移到一个比较外围的椅子，让你没有办法进行拦截。对，那在以前的一个博弈呢，也是比较困难的。而且转移到这个椅子，其实有一个好处就是阿策到时候好贴小门了，对吧？我拉的位置我能拉得更远。现在的话，技能是肯定不能交的，最好是打一个针对。吸一下，一个碎石被风吹走，人掏下来，那这个时间是可以开密码机的，直接亮，反正也没有带回光返照。没错，对于吴昕来讲，他要倒在一个离狂欢之翼比较远的地方，给队友争取开门的时间。不过这把对于监管来讲，好消息是他带了封门幽闭恐惧。对，所以这个门的进度还是比较慢的。这边藤蔓的话也是想要缠住，让他防止能拉得更远的距离。是的，现在这个时间的话，门肯定开不了。而挂上人之后呢，我可以底牌切成一个传送。是，
现在看着就比较去能争的一个平是的，直面。接传到了大门这个位置，也是求生者提前走了，但双11是有没有地窖，双11没有这边的话地窖没刷，没有刷？地窖那边是在海边，那赤红这个位置就不太好跑。他这里已经被监光者给发现了。木偶师是可以去挡一个挽留刀的。是的，东轩现在一直在吸取这个能量。是的，只要把它架在这个点位里呢，平局应该是没有问题。再那这样交一个藤蔓再拉近，缠住。哦，石具直接挡住了，是的，但因为你交出路易的一个缘故，你这个挽留的伤害可能是规避不了了。也不太敢翻啊。是的，当面被西甲的石具骗掉，一个翻，但是这一波没有加速，还是有点远。卡蒙要是说是想要走门的话，卡蒙必须要过来接。对的，但是这里的话，木偶师再交一段，没办法，石具，可惜。是的，毕竟对于他来讲，这个距离还是太过遥远了。他也怕你，万一要说是卡蒙没过来的话，你就倒地了。结果他手上还能再吸一个藤蔓，你周数也不好走。对，但这一波赤红木偶师的操作是非常来说，也是可以去处理掉的。是的，这阵容其实扛刀能扛的次数太多了。对对对，星云儿应该也是会带一个双弹飞轮，保证自己的一个牵制。还是要去对拼一下临场的操。被求生者这边给包围住了啊！小木这边是个教授，然后小船前这边是一个大副。他其实这样的话，把大房就是大船，看到监管者上来是直接选择找信源儿，因为他这个悬念也是堵到了嘛。开局的话，节奏应该会比较好。但看到信源儿这边带的是一个单飞轮啊，哦，怀表这边的话应该是许愿成功了。对的，这样的话怀表是可以有效的去拖延时间的，就看他是选择交龙之后再放，还是说提前交。想抽刀没能抽到，想提前拿点存在感。看一下这个短板，选择直接拍了，也是不贪。这个怀表捏得这么稳吗？还不交？哦，交了。再交，这样的话你对于位置来讲不是很好判断。是的，而且他是很细节，没有选择第一时间钻龙。哦，打预判都没有能打到，怀表再一交，废了一个围龙。摇到，而且这边还要进入到怀表的一个持续时间里，那还要再等一段时间。这个怀表时间一到，飞轮也好了，其实还有机会再去规避一个围龙的。他这一波牵制是做的非常好，慢翻，慢翻的话不爆点，很细节，细节让监管者找不到自己的位置。是的，第一时间放不了卫龙，但这个飞轮不敢使用，或者说是没能提前防到，也是很老练。第二时间也是精准的去找到了信源，拿到这一刀。没错。不过这一波的话，还有一个飞轮的博弈，看这个闪现能不能去吃出来吧。交一个飞轮，大胆释放，但没能钻过去。因为求生者你钻龙的一个时间是有间隔的，是时间没能好，1分20秒左右的一个上挂。外边密码机现在只能先朝着一个平面去打，这里冲击给到了教授，不过没有关系，就算你看到了，其实你也不是很好拦截住他的一个救援。对，这里看能不能骗出飞鳞片。龙想骗鳞片，骗到一下，骗到第二下，钻笼子过去，再反钻回来，只能在这个位置吃刀啊！飞轮也交了，那这样的话，擦刀结束，好像这个人不能让教授来救了。是的，他不能救了，现在只能换大副来救。大副过来救，这个淘汰进度有点危险。这里的话想弹一下，没能弹到震慑，挣了一波无伤，但一花现在必须要摸一下大龙，把大龙的状态给他拨好。打到了针对刀，对于监管者来讲呢，你2个人进行救援的密码机的进度肯定是变慢的。是。而且他的一个技能一直握在手上，那么你第3波的话，你还是要让人来去救这个幸运儿的，不然的话，我如果说你把他直接卖掉，我去找你下一个人，你很难牵制起来。他虽说下来没有什么牵制空间，但是一定要有这个化险为夷的，因为拖的是什么？拖的是外边2个人的密码机进度。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好在这边通缉是没有直接给到教授，不过应该也是能知道你来的一个方向的。那好像又拦截了。那一花的位置跟大龙的位置全部都洞悉了，年锦现在的话还是不好救。这边里面虽然挡了，但是你这个位置还是很尴尬。把笼子拆掉，让一花来救人。但这样的话，依旧是调动了2个人的一个救援，一个跃龙，配合跃龙直接先打残救人位。没错，这里的话手上还有愿力可以去处理掉下来的幸运儿。是的。远这边的话，想要去跑一跑，看能不能尽可能先把他这个闪现往后边去逼一逼。没错，这波只要吃出闪现，对于幸运儿来讲呢，就算任务完成了。没错，密码机呢也是外面已经修了将近4台，看一下这边钻龙过来，没有什么牵制空间，也是直接倒地。是的，可惜这个闪现没能逼得出来。现在对于监管者来讲呢，他最希望通缉到互摸的这2个人，这样的话可以在脸上直接接到节奏。那也是精准的去找到了大副，知道2个人都在里面了。这2个人一直在旁边，很尴尬。是的，
那这样的话也是选择继续找这个教授，因为教授没有救过人，他应该能猜出来是携带了化险为夷的。密码机也完全不够。你大副现在的话再出去进行一波破译的话，这个时间其实教授很难撑住啊。这边鳞片的一个 CD 已经转好了，但手上有闪现可以去交出，哇，很果断，让教授根本没有反应的空间。那这样的话，第二个人上挂密码机，4台机还没有亮。是的，这25%的密码机现在还没有碰到。对，甚至于说这个大副他还要再过来救人，进行一个疲于奔命。这个怀表可能还会被逼出啊。是的，而且如果说在笼子里填吃了刀的话，这个人都不一定能救。没错，夜华底提前卡半。这里是知道大副来的方向的，想打一个预判刀。但是这一波其实最好是能够针对到教授，让他没有26的一个机会。夜华这边想要摊一个无伤走，但是很可惜，年纪这边是不给他机会的。选择换追了，因为知道教授有鳞片不好追。但这样的话也是给外面的密码机争取了很多时间啊。打到了一个震慑。是的，击倒了大副。但这个时候你肯定不能选择手乙了。接下来这2个人过来救，你怎么把这个人给救走，或者说你自己怎么能保证能走呢？你2个人都没有带回光返照，对吧？你教授虽然带了化险为夷，但是你也带了一个飞轮的，没有带回光返照。对于江日来讲的话，肯定是谁修机我去找谁了。是因为这个大副的椅子还是太难守了，比较耐那坐。 2个围龙可以直接去找大龙。是的，直接2个笼子贴到船下。那大龙这边的话，飞轮跟鳞片都是好的，一定要去撑住这波时间。几根钻再骗出刀，再出刀晃一下，极限过来被挡掉。那这个围龙就可以直接拆掉了。是的，不过拆掉之后不敢直接往空地上走吧？往空地上走，这个愿力值你也不知道它够不够。进入到一个60秒的 CT， 这样夹走博弈位，放笼子，极限拦住，有飞轮，一直想要击倒，击倒之后可以直接挂船尾。可惜这一波的飞轮没有去释放啊，但也有可能他想去留到最后一波开门战的一个情况。密码机只能压船尾，说实话，因为他已经2挂了嘛。其对实现在对于求生者来讲，没有太多的时间进行一个新修。 2挂之后的时间它只有一个30秒，这30秒的话你只能压船尾，你压外边的密码机肯定不够。不过对于监管者来讲，他等于已经站住了开门战的一个门。对，大门的话你是没有办法去开的。是的，这样的话，不停的通过自己的跃龙在骗假动作，积攒一下愿力。这样的话把大副打倒， 19直接亮。亮起来没关系。半状态，我可以选择不放笼子也能击倒。趁大龙这边的一个鳞片还在 CD， 直接击倒了。可惜这个飞轮还是没有选择交出。可以先挂淘汰一个，然后之后再去抓这个大副。然后手上传送鹰好了的时候，还可以再去摊一下这个木偶。他现在是有机会去争4的。对，甚至完全有能力去抓这个4抓面的。因为求生者的话，你毕竟离门太远，而且2个人的位置其实他是知道的，就不会说很着急的进行一个管门。 还要快速击倒这个一花，防止这个找到了一花。那大副现在什么道具都没有，也是无奈倒地。现在就看我们的木偶师能不能神秘。其实玉林他没敢去开这个小门，对，他也是为了防，他知道就是说我这边的一个假动作，我给你的一个我去小门的一个假象，但是这个地方好像耳鸣能判得出来吧？是的，他如果说再往大门里面去找的话，那就能精准的找到了这边。哎，好像判得出来了。是。 我的天，简直就是站在上帝视角去，双方一直在求生者的一个思路，完美的去掌握住了木偶师的一个心理。他们有时候会在你选路头之后，他在起点站会放一个救人位，放一个佣兵，然后他把这个被追的人，他可能放在鬼谷或者放在一个桥上，是的，对吧？这样的话呢，你选到起点边上，你追桥上，我能拉距离；我在帐篷这个位置，或者说我拉到滑梯200倍。这个灵柩应该只能放到起点去吧？放到起点，然后佣兵帮我点站台。 对他反正现在思路很多嘛，我可以说直接去进行一个原地。那这边是直接先往桥上，肯定是要直接赶路的。那阿瑟直接往角落里跑，他选择是反向拉点，往角落里，因为这个位置高墙比较多，没有那么好去出钩，而且可以不干扰到队友的密码机，但是牵制的压力呢还是会大一点。 这牵制压力很大，因为你这2个位置我直接全给你下夹子，你牵制不了了。夹子锁住了2个关键的交互点，只能往回走。那这里也是被鹿头赶在了一个死角。这里还有一勾，勾回来，先拿一刀，拿到第1刀非常快，31秒吧。哎，但是这个位置朝向好像是有个夹子的，应该不会。哎，踩到了，当时脚下呀。这个方向是不是正刚好有一棵草挡住了？他这个夹子确实布置的很隐蔽。
因为有一些草嘛，草正好挡住这个视野，导致你这个目标可能就看不到。这个玩路头真的是要有一些计算的，就是这个月亮河公园它也是个圆，地球也是个圆，它总会有走到你走回去了这个该走的地方时候，对的。那非常快的一个击倒，入殓师也是交出了自己的一个反生。这样弓箭手要不要也过来帮帮忙？反正也在旁边，但是很难去保住这样的一个入殓师。你不来拖外边的密码机，其实就会有点少。哎，弓箭手来了，只能这样 OB。你如果说是这样不去 OB 拖一些10几秒或者20秒，原地不夹，然后去强牵，只能硬拖，去刷一下自己的一个存在感。我觉得现在是他好像想要去打一个进攻，因为节奏比较好，直接勾到了，手上有飞轮，先交一个弩臂，再接飞轮，很漂亮。有了这一次攻击，但是下一次钩子你如果再被勾到的话，就会直接击到了。但是心梗炸弹的话，现在也是有83的一个撕裂值，这样的话通过夹子把2阶开出来，感觉弓箭应该是不太敢来了，因为你再来的话，可能自己也要搭进去了。来不了，他那个 CD 还没好嘛。对，还要救吗？佣兵好像还得再过来探，因为你现在密码机才3台。但是你看他的一个位置有点过远了，所以这边得让病患赶过来。那你这一局是开不出化险为夷的。对于监管者来讲的话，节奏会非常的好。没有化险为夷，一旦这个人确定没有人救，他就会直接进行追击了。是的，这样的话交一勾，防止被提前拦截，但是路头能立马跟上，能勾回来一次，再抓过来打一个快擦刀。他甚至还想来一波震慑，还好直接掏。还想帮我扛，侧刀想打一下，对，翻过去了吗？没有。给到一次恐云震慑，他对于刀气的把控还是非常精确的。是。冰幻这边为什么想扛呢？因为他只要能扛到了，就相当于带了一次化险为夷，我给你拖到时间了。那么接下来你要面对一个2阶有技能跟底牌的路头，还是压力很大的。这有移形，其实他见谁抓谁。尤其是弓箭跟病患都是一个亚健康状态。没错。那么都是一个一勾加一刀倒地的这样的一个血量，没错，还是很危险的。刚刚那一爆点的话，应该就是病患，因为病患刚刚被勾过。是。通过2阶钩子的位移，先给他挂一下撕裂度，看能不能眩晕一下监管者。那这个2阶不好用，只能原地等。这边的话也是求稳，先把你的撕裂度清空，然后再换人。抓他不如先守一下密码机。是。那卡蒙这边也是2次爆点。对路头钩子的一个特质。是的。勾中的求生者会再度爆点。刚刚那一下就是最后一下了，现在在找卡蒙。卡蒙这边是直接往起眼站台，具备必输道具，已经没有钩子了。是这个车刚也但是宗玄这一钩也是没有勾中建筑物，那只能等下一波的一个技能 CD 了。给到了机会，但卡蒙这边也是已经没有钩了，只能靠自己进行牵制。2个人上滑梯吗？不上滑梯，他得借助建筑物去规避这样的一个钩索。但这里没什么好借的。这里一直勾，看一下能不能通过走位扭掉，没有扭掉。飞轮也是刚才交过，把这个人击倒。那东玄依旧可以选择一个控场的打法，没错，他是不需要去守野。马基现在也是多起了半台，看一下会不会选择直接移形出去。他没有找到先排一下救人的人。对，因为毕竟佣兵身上还是有一个化险为夷的，看能不能给他打一个拦截。那看到了佣兵的护腕特效。佣兵现在想无伤救一次。是的，但是这边隔墙还是比较难无伤。一直在震，直接就下来了。那不管了，硬打也要先打佣兵。如果说是他不摊到这个佣兵的话，佣兵在2次救人，这一密码机其实他就能够去打平了。是的，那现在的话，密码机其实差的也不多。是，就是求生者的状态呢都比较差。这台密码机好像听声音是40半的吧？40那台。对，应该是一半的。但是外面还有一台70。现在71的话马上就要碰。对，所以说对于东玄来讲呢，他现在也是要去做一个抉择，救人也只能让佣兵来救啊。佣兵是带了一个回龙反照的，你弓箭手没有。这里的话再考虑要不要直接挂。那佣兵的话，他可能想贴过来，但是密码机第一时间还没有压好，第2时间才能压，不能被勾到震慑就行。能勾到吗？他其实只要勾到佣兵就有机会。他想勾过来是不是想卡住啊？对他想要2勾病患，但是刚才勾佣兵的话，佣兵会倒，求生者不好开密码机。是。那现在选择再回来追这个点门的佣兵就有点亏节奏了。那佣兵手上还有个护腕，刚弹了一个。是的，稍微有点让求生者有一些运营的余地。是。
现在也要看吴昕这边能不能撑住了。哎，卡门就在旁边摸道具，是的，让出了一些节奏，这边坐车，哇，来不及勾，哇，很亏。那这样的话，手上又放跑一个人，但是卡梦的位置应该是知道的，看到了远处的一个剪影。卡梦这里的话是摸了一个魔术棒，还可以再去躲一波钩索。这里如果说是他能直接勾到卡梦，是交易魔倒术棒吗？勾过来，但是方向反了，他选择往空地拉去，还能打一个拖满心理，再走位，但是终于勾到，那个勾了过来，这即将好像来不及吧？要直接传，直接传。他如果说选择挂人是肯定来不及，传的话锁夹子，这样弓箭手远端先给一箭，有没有直接回头去开门，直接去开起点的门？是的，这样的话要与时间赛跑，看一下能不能优先处理掉脸上的人。这里的话，想利用这个钩索近身拿刀，但是来不及，再回头，感觉到了佣兵应该回头去开门了。对他这个时候再过去的话是有机会，出事儿的，所以说再回来去打一个保稳的思路了。东轩不放心，他怕他到时候回去之后，你起点门也开了，人也跑了。那这样的话应该是一个平局的节奏。那打成一个平局，现在求生者应该也是没有什么能摊的面。不得不说 ，GR 的求生者是真的太顽强，真的太顽强。这样劣势的一个开局都能够让他们化腐朽为神奇，是去把唯一的一个保平的节奏给打了回来。那几个钩其实教的很好，而且我可以去考虑打断你的铲子呀，或者说你的一个弹气囊的这样的一个动作，对吧？没错。不会去选择起点附近。你要是说选择起点附近，他就是想要去的是起点附近，他觉得小人家可能是在这里。点到了鬼屋后的板区，那对于鬼屋的人来讲也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压力的，尤其是这个火灾。哎，那他这个兴奋可能性就很高了呀。确实，但是也是。好，进入到比赛画面上来是直接去找往鬼屋，找往火灾的位置。火灾想要直接藏吗？哦，还是跑了。他是直接选择拉点，但是对于歌剧来讲的话，他反制拉点的能力太强。这里好像有点危险了呀！开局10秒钟直接贴到脸上，那对，这里要交出气囊。气囊一弹，先把气囊先针对掉，清掉。你这个气囊如果说是到时候不解决，他说还能再利用一次。是的，双板区的话肯定要踩掉一块，但是接下来的一个牵制就会比较有压力了。不踩拿不到刀。直接逼走，被赶在了地图的边缘，这样30秒2个起点进行一个转点。 30秒2个气囊全用光了，他现在就2个选择，要么吃刀坐车，要么就让小说家帮忙，这样在短板进行一个翻，但是没有弹射。那你吃一刀再往回走，这个点位就很难进行牵制了。他想省掉小说家的这个化险为夷，但是不上车的话，他的牵制空间就会被锁得很小。 因为如果说他刚刚往起点去牵制的话，小说家是必须要过来帮他进行一波砸板的。是的，那小说家就有可能转头会被针对。还好这里的话，短板没有被抽到刀，逼出一个闪现。那这个牵制来讲呢，还可以，中规中矩，是可以让小说家来进行救援。因为你毕竟携带了一个飞轮嘛，在这个位置是很难去牵制出有效的一个时间的。因为这边很聪明，提前跑了，跑到了一个中间，先藏在一个障碍物后边，让监管者发现不了。 年景的话，看他处理这样的一个救人的思路了，对，看能不能猜到求生者会提前进行一个选位。哎，看能不能发现了，但这边可以考虑直接交一个换位啊。在这点位就不太好交了，是因为年景一直在跟他拉开身距，不让他就是说救下来再考虑，但是也没有选择交，没必要交了，让他直接倒走。你化险为夷，他就算交了火灾，其实他也是没有办法牵制多长时间，没有办法进行一个坐车，不如省着。 但第二波你要守门人再来救的话，你可能利用不上这样的一个过山车了。当时如果说早一点去交一下自己的道具，或者说救下来之后，他还是会受伤。去保一下的话，可能会有一些机会吧。然后那边的板区其实用的已经差不太多了，用光了。对于年景来讲，他现在就是要稳扎稳打，打到火灾的一个针对。是的，就能够去保证这局总体的走向先往平局去发展。 这个化险为夷，年景想要逼他提前使出。这个化险为夷，等一下要让他直接带到破木马那边，带破木马，然后守门人直接去修起点。这句话被打出来之后，应该是能把这个人给救下来，但看能不能扛到刀了。先打，不想再拖时间了。大龙直接带走，吃一刀强行带走。交回速，没有任何道具，一个续一刀还是击倒了。
在没有 OB 位的一个阵容里面来讲的话，那这把对于歌剧来讲很容易去保平。他要倒一个离椅子远一点的位置，然后去拖小兽家那边密码机能压，那这样局面就能进行一个平局。看一下求生者的3人开门战怎么样去操作了，因为现在密码机差的肯定不多了嘛。哎，玉林不敢修了，因为他知道他要是再修的话，如果说是密码机没能彻底压好的话，他将会倒在这个遗产机。是的，因为年仅肯定会提直接前撒手，毕竟你的状态是半状态嘛。是，而他已经切过了底牌，那大概率就是一个传送。那这样很危险啊！是的，起点这边密码机没有说是选择强行修开，感觉这个铲子也是得交了。对于年纪来讲的话，我把守门的道具给打空，然后让你去把这个车给提前消耗掉，也是不错的选择。如果说是把这个道具的话，直接全部打空啊，到最后开门战你也是一个突破口。是的，甚至于说他可以一直跟着守门人，不着急，因为遗产机在这里嘛。如果说你不选择拉走的话，那我就可以把你在挂在起点站这边。是，这个密码机现在没人能破译。玉林现在想要过来，想偷偷把这个密码机亮掉。是的，那这样年纪就一直跟着地里的这样的一个守门人，就等你出土的时间。时间马上到了，参与月，但是还是被打倒了。那边密码机的话，马上能贴到。看一下年锦的选择，给他挂到起点去吧，挂到起点会更好。对，哎，想传送，犹豫了一下，想走过去。还在看这个密码机有没有再强行亮掉。那你走过来，这边想要直接强亮，好，但起点站你点不了。 99，想吃一刀，交回速过来呢，准备挂人，守门这个位置太危险了。能撑住吗？哎，这个密码机自己盖在外边了。说实话，感觉开的话太考验守墓人的一个操作了，是因为他没有任何道具，而且你突然一开歌剧回速就在脸上，太危险了。甚至不如说救一波人。其实，那你这样的话，守墓人一被秒，手上有传送，还是大概率的一个多抓局啊。没错。 小玩家现在点位，你在起点没有耳鸣，那你肯定就是说，他肯定先排鬼屋，先把鬼屋给你排干净。是这样的话，你只要鬼屋有人，我就不需要进行一个传送了，而鬼屋没人就没有人能救。太深了吧？他怕你躲在最角落嘛，甚至还防了你往起点站进行一个躲藏，可以说是无死角，耳鸣全覆盖。那你要再不传。 可能这人就直接跑到终点门里了。但是求生者这边的脚程还是比较远的，很难直接进入到门。不过还不传，他手上是有一个是有的，还有道具。你敢传了之后，这两个人过来可以配合换位，这样的话可以极限出门，保到一个平局。没错。 就是因为你这边传的时间实在是太慢了，或者说是实在太往后延了，这个人他就只能说是你倒在一个角落，我就拿气囊那么一堵，你能怎么办？你只能放下之后再打蓄力刀。是，你看我虽然说没有那么多眩晕，但是我有什么？我有击退，是我有这样的一个减速，对吧？我还有封锁你的技能，对呀、以及说我会帮队友进行一个砸满，所以说记录员这个角色他一定要去带一些抗性，带分。没错，那这样拉的距离也就是空军和杂技。这两手的话，感觉还是空军会更好追一些了。 这个化险为夷也只有守门人一个带吗？应该只有一个吧。你空军其实好像带双单飞，下来直接去找小门地窖的点位，110窗高空军嘛。那他这里的话，也可以选择常规的拉点进入到大房，利用到这样的一个窗坛。没错，去往红毯。他好像想多在红毯去绕一圈，在大门这个方向。我总感觉这个枪能省，应该能去大房借助气囊。看气囊的位置了。 这个气囊如果说放的比较远的话，那这把枪就比较危险。要帮忙吗？哦，先去翻窗，第一时间还可以用不到气囊。记录，现在有一个翻窗记录。没错，先拉点。东轩也是一直很细节的去卡住自己的狩猎本能，保持一个高移速的追击。一边进行追击，一边再去干扰密码机。虽然说我的视野里没有你，但是我的心里已经找到你的位置。是的，那这个枪得交了，要交吗？选择硬吃一刀再去。是的。 这样的话，拿刀的速度还是比较快啊，就看后面求生者的一个保护了。想把枪留着，留到后边。这个位置的话，选择气囊挤了一下，但是其实，空军也被打了一个僵直。我总觉得这第一刀其实吃的会有点亏，你上来第一波也没有吃到一个气囊的帮助，也没有说是把这个枪直接交了。对，不过现在手上还有弹射以及飞轮，加上一个反弹，看能不能去操作掉这个闪现了。对于东玄来讲的话，他这个闪现是很至关重要的一个技能，绝对对不允许他失误的。但是求生者呢，可以通过飞轮来规避。这地方其实不太好躲，但是没有选择交枪的。去刀骗飞轮骗到了，那这样的话就不用担心你的飞轮。还是不打算交，要想守技能，哇，想木压盖板博弈，感觉东玄的博弈心态是非常稳。是，
但是这个记录员其实他在一个滑水出刀的时候，其实这个板子很难盖到，他给你一种假象。对我很谨慎的感觉，但实则我就是抓你一个猝不及防过板。这手里现在还有个闪现，这枪等一下要下来能交吗？然后你现在技能没逼出来，你可能求生者他就会怀疑你可能带的是个兴奋。这样的话，密码机的一个进度其实还是没有那么够的，得需要接下来的保护以及空军这把枪带来的一个2636。大家都什么人？那这边的话被卡位了，少了一点。有化险为的一个情况下，也不想把枪还打到了针来，对，精准的命中了一发侧刀。那这样的话，第3波有闪现，你这把枪可能会被吞掉啊。其实大房如果没有地下室，而且就算是有地下室，其实也可以借助一下火灾帮忙啊，倒角落会更好吧？大不了直接把闪现用了，你闪现出去牵人，其实我觉得都能接受啊。这样的话，这样去玩吗？还是把它往空地方向进行一个，把挂在空地的话就比较难活了。第3波你这波肯定要救下来就开枪，但是我们选择不打你，就马机其实还能控。是，记录员我挂在哪里都等于挂一场。没错。双弹飞轮，阿瑟就看这个气囊怎么使用了。他想要把这个气囊应该是放到椅子旁边，方便救下来之后直接弹走。还可以再多卡一卡，因为空军它是比较耐做的。这样的话，先交一个气囊做铺垫，弹走，两个人都弹走，手上有闪现，但不接着帮忙扛没有角度交枪。他可能是两个人弹的方向都比较远，所以说再回来扛的话也比较难。但我其实觉得可以帮忙扛啊！你打记录员不帮忙扛的话，很容易被东玄推成一个4抓局啊！啊，记录员最重要的就是不减员。对，反过来对于监卫来讲，最重要的就是减员。所以现在东玄已经达成了第一目标，这一局的多抓面是有的。对的，机会现在是掌握在他手上。现在阿瑟道具你的已经是归0了，然后你杂技现在你球，你迟早会被我逼光的。那现在东玄这机会也就来了，我可以慢慢去打，我慢慢把你的道具全部给你耗掉。是的。现在逼把这个板子要不直接踩了吧？在这个位置他也可以先慢慢等嘛，因为守墓人的话没有那么好处理，但是他铲子的一个持续时间并没有那么的久。接下来可以等你出土的时候再去处理掉你。你手上是有翻窗的记录的，所以说这里是有机会把你卡住。是的，这里有一个封窗，隔窗刀打得到吗？打到了，掌握的太精准了。密码机现在还是不够啊，等一下我一直封啊。但是他封的是比较多的那一台。小门地窖那边是更少的那一台，但这里有个地下室，那这边多抓应该是面很大了。现在我觉得他有一个80以上的多抓面。就看求生者怎么样去运营这个局势，要修不出来，因为你没有化险为夷嘛。对，再加上我可以远端所有的密码机、所有的门，而且通过锁你密码机跟门的同时，还能获取到求生者的一个站位信息。是，所以说它是可以很好的掌握你的方位的。那杂技这边想尝试过来进行依旧，但是杂技这边只是在骗他，想把他调出来，让火灾那边进行一个救援，但是火灾的位置实在是太远了。火灾没有气囊，过来就一定是过半。是的，手上这边救赎树叶马上又缓出来一个，等一下再去记录，再骗密码机敢要碰的话，那就直接记录上。先出一刀逼他救，因为密码机他知道他封住了，而且这边的话有狂暴，操作非常快，这个救人还有一定压力。本来没关系，我就直接打一个就行。打了守墓吗？没能打到，把铲子给下了出来，但这里的话等下一个记录了。其实打火灾好像也行啊，想打入一刀，打到了。很危险，密码机还是不敢开。这边的话，开一下密码机，再锁，又被记录上了。这样的话，我还能继续去挂人。那求生者还是没有摆脱这个劣势的局面啊！你守门人现在敢去贴这个密码机吗？哎，又被封了。那这样密码机全给倒退回去了。得去啊，但是他不去也得去，因为他是下不来的。你敢过去的话，他就是切传送；要不然就直接……密码机倒退的更多了，因为他刚刚想要强亮，一亮之后被他记录完之后，我2边的装备轰盘。要不然就直接开，但是直接开的话也难逃多抓的局面。可以选择2个人，一人贴一个门，然后直接开。很尴尬呀，守门人现在也没有道具，只能外边去摸一下箱子。但是这样的话去拖火灾，它的一个淘汰进度的话，对求生者来讲也是比较劣势的。想换，我感觉这个4抓的面是真的有了。
但这里的话，知道你守门人想要去压这台密码球，我就直接出来追人。你过来能救这个人，但是你守门人也肯定会被我直接淘汰。他是一个上挂飞呀，他想闪现，你敢翻的话，我就直接闪了。闪那边没有人压击，把火灾救下来。那我先做到2人的一个解决，你2人看门战怎么跟我记录员打？而且挂上之后还能再去守一下密码机，秒切了一个传送，你不敢亮啊！手上的一个记录也是攒满了。现在直接走过去。好像太游刃有余了，东玄。监管跟求生是同时到达一个。他的记录员真的是对于每一波的一个节奏把控都很细腻。直接记录。这样的话想秒锁，但是密码机压的比较死。没错。那就看能不能2人拉扯走一个了。但是我记录员可以远端锁门，所以说你也没有那么好点门，而且外面的话，他手里有2个呀。是。就看这个杂技的牵制时间能不能做到了。一直去拖，因为他可以利用你锁门的这个时间去牵制。哎，这里的球跳歪了，我把飞轮给逼了出来。看一下这个板区博弈了，因为另外一边的门完全没有怎么点，这里绝对不能倒。倒了的话就是4抓了。但是一个后撤蓄力刀成功的击倒了记录员，成功击倒杂技演员。那这样的话还能再去管这个门，而且我的传送只有30秒，他还能再记录的，又给封上。是。那这样，有一半的时间怎么说？有没有机会去点开呢？实在是太难了。感觉阿瑟这边选择不点门了，想要去争这个地窖了。他现在也不知道该干嘛，因为你地窖也不在旁边，他是在4号，在4号对墙。杂技这边是一个1挂呀。对，你现在再敢碰门吗？你这个门其实现在还剩一个10多秒，你10多秒才能开完。你说有没有可能我绕过来把这个人给救下来？你要救下来，他传送也好了。但是我只要救下来，你就传不了椅子了。东玄现在想就看这边的一个博弈了，东玄往小门1号机这边来排，但是火灾已经进行了一个反绕，就看他这波敢不敢救人。如果东玄意识到的话，就会直接一个移形甩回来，但是好像没有这个意图，这个人要被偷了，也没用。糟糕，本来大好的一个局势没有找到人，而且挽留的时间其实也只剩最后20秒。那么外面的火灾它是一个满状态。这个满状态其实他现在有个降移的火灾，这边挽留时间很极限的9秒钟时间，能翻过来有飞轮，知道你的技能已经交了，对于他来讲3秒、2秒、1秒，还有当刀啊！兄，飞轮能躲，挽留结束了。没用，飞轮现在的话他还想省着，他想尝试一下别的机会。现在对于东玄来讲，他得管门，他得一直锁住这个门，才有机会让求生者都逃不出去。没错。不过火灾现在已经没有道具了，这样把板子给碎掉，必须要木压这边的一个出刀蓄刀躲掉，但这个板区要博弈，记录到了，能击倒杂技的门很慢，而且还有一个记录，再审阅，再记录，但这边正午选择不点门，等你这个5秒钟，最后1秒可以选择给他挂上，然后再去把这个人给牵进来，但是东玄手上这个记录不一定够。但是杂技这边点门慢啊，我给你挂上之后，我再走过去，其实也来得及啊，很慢。不过这里手上已经没有记录输液了，最后一半的门选择放下来，压迫一下，让你不敢点门。是的，握手自己的一个记录时间，双方都在进行一个心理博弈。郑文的话选择往骚击拉点，但是火灾是有自愈的，所以说这把还有悬念。不过可以拖到自己的移形时间。倒车骗红光。另外一边阿策能起来，传送这边的话还有一个18秒就能好。我觉得这里阿策可以做一个很大胆的决策，他反点大门，大门，然后看看杂技能不能去。对他反点大门，因为他们只需要走一个，这样板区博弈一个蓄刀被砸板了，那就还有机会。而且杂技手上道具太多了，有球有飞轮，很难进行一个平地追击。球现在还有2个，是的，刚续出来的1颗。在小门锁到了阿策的位置，但是没能封住，没找到。对。还是一个比较焦灼的局势，但对于监管来讲，可能有点把控不住局面了。提前拉开了一个很远的身距，能做到吗？继续锁住这个移形手上不敢交，必须要留着，他是唯一制胜的机会。天哪，这个门怎么越开越少啊？但是手里这边还有一个黑球，还有2颗球，这边黑球交完之后，手上还有一个红球。还能再记录，而且飞轮也在手上，能翻窗。对，这边很急，想要把飞轮给交。移形给交出来，但是飞轮能打到，然后手上还有一个红球，再翻，赤红那边的门又再次封上，他太能抗压了，在这样危险的一个局势下，终于是被击倒了。但这里还有自愈，还得挂人，而且没有移形，手上马上又有记录输液了，还能再封吗？
还要进行一个无伤的博弈。对的，这个时候他没有时间怪人，必须要先站住小门，再拖自己的技能。但是阿瑟不敢开门了，他想要再防一波。对，知道你不挂人，你就没有这个时间。因为东玄他不知道门的准确进度，他担心门一碰就开，所以他必须要抢时间赶过来。这边等你记录结束之后，赶紧过来。门99了，门开了，而他这边是有自信扫击，还有地窖平局了。这个地窖跑了，这也能做到吗？天哪！这就是 GR 足够顽强的 GR， 韧性拉满的 GR， 最就带个移形张狂挽留就行了。他的邦邦的操作是非常精准，熟练度很高很高，能把这个角色打出那种很强的追击效果。没错，太好拉点，拉不开身距。对你拉到墓地，其实他也是容易吃到这些雷连续的炸的。那选在小门十字选点的话，他可以3个方向都去找嘛。其实你中场的话，好，进入到比赛画面上来是先去往大方旁边找一找入殓师这边的机会。入殓师毕竟是一个白板角色嘛，而且他这把的话。也不是很怕他拉点，红教堂你反不了太远的。入殓师这边是直接把板子给拍了下来，低头先藏住自己的指挥本能。双弹飞轮嘛，是交弹射，但是没有选择交，进入到大房里面再交。这里的大房冲口能炸到吗？哎，炸到了一下，雷炸到了一个很精准的定时。他不敢等，你要说是等了的话，可能就不只是吃一炸了。他怕一个5秒雷被封住路了，但前面这个位置又等了一下，又要被连。哇，炸到了2下了，心理博弈太好了，年锦。这里再接一个板弹，想拉点，但你这一拉点，年锦就会直接架住，你还只能往回走。而且我带一个好像还容易再吃啊，又吃到了。这样的话，手上遥控雷已经解锁，骗飞轮。哇，全防！太冷静了，他对于求生者的一个思路完全的拿捏。就像是看到了大龙内心所想一样，就好像刚刚打过一样。对，他好像知道你入殓师你是想怎么做，每一波要怎么操作，他是知道的。这样的话把你人一挂，甚至这个移形都省下来了。如果你选择不反生的话，也不太好。对，只能因为这个救人压力太大了。是你给到佣兵救人的话，他很容易被打到一个震慑的。再加上他吃到了一个通缉，可以说是雪上加霜。入猎想那么交互点没锁住，2连雷还是没有办法，只能倒地了。这里也是牵制不动，而且现在这个局面的话很偏平，是其实连3保面都没有。对于求生来讲，最好的选择现在是把它卖掉，对，不救他。看一花这边的意思，看一花到底是想要过来卡着卖了保平，还是说是又吃一个通缉？哇，佣兵又被通缉，感觉寸步难行啊。那就得换人来卡，而且这里配合张狂已经开出了自己的2阶，那雷的补充速度也会变快。所以说，对于求生者来讲的话，这个人还是卖掉算掉，罢了。还是想卡在一个合适的位置，卖掉罢了。你如果说是卖了，等一下年纪就会直接移形出去找人，直接出了，知道你佣兵的位置。那这样的话，墓地跟小门都有人，墓地是远的气象。这里的板区资源其实不是很充足了。哎，刚刚是直接炸了一下。是的，被炸到一下，第2时间交出云，但是是一个高云，落地有僵直，也没有拉开太远的身距。预判的是很准的，但是稍微差了一点点距离。我这波飞轮要去顶这波雷了，顶雷再翻一个遥控炸残，哇，简直是高强度密集的一个攻击啊！这里换成了风。还是换成了云，那这样云，哦呦，被炸了下来，炸下来，在预判走位，再炸倒，天哪，太丝滑了，在求生者视角简直无法呼吸。主要是远，他思考了一下，如果说是我用风的话，我手里还能到时候再能缓一波云，拉不开距离，但是邦邦一直在远距离的对你进行一个追击，是，所以他犹豫还是到最后选了一下云，但你这个云低，他这个高度太低了。而且这边耳鸣响起，那也就不再给椅子上面塞雷了，留一些雷手椅啊。这边知道你佣兵会过来，给你打一个以前的博弈。那把幻影给开出来，但佣兵也变成了一个一炸倒，想用红雷甩一下，骗出了一个护腕。这里没能看到。换追佣兵了。那边密码机现在只有6场。感觉要不去管一下墓地吧？可以管，那边是个杂技嘛，而且这边板子刚刚已经是用光了。是的。我年仅想要一场。他还想要4抓，能多抓的话，他就得管这台密码机，对吧？是。
探一探。这个时候杂技也是唯一能抗压的人了，一个连雷被飞轮躲掉，前面的这个板区已经用过了，是要先加一刀，而且遥控马上好，这个身距有点危险，哇，这叫一行，不给你点上遥控雷，直接空中击倒，摇倒，然后再挂遗产，外面这2个人都救不了。这里还能再挂回墓地，墓地密码机又破译不了，一华这边的状态实在是太……对于局势的把控太精准了，他只剩下1/4，佣兵是没有办法去救了这个人的。而且这波如果说给杂技去上一些雷的话，求生者就会陷入死局。对，因为我卡半救，密码机肯定不够，但不卡半救就等于这个人直接飞掉。是的，甚至不踩板，不去漏一些僵直给你救人的机会。他现在连知道板子佣兵手上有一个护腕，是的，一个护腕弹过来的话，很容易进行一波无伤救。对我有任何的动作，你都可以直接救人，那么我就不给你任何的机会，一直在高强度的转视角，防止佣兵的一个身位拉近，太谨慎了。这个时间马上就要被淘汰了。道义上的雷，但密码机还没有压好，这个时候要行动吗？看一花的意思了，想开护腕，但是没有角度，打算最后一瞬间弹过来吗？没有角度，没办法，算了。那密码机直接点亮2个人进行看门的拉扯，但是移形的话也被拖的只剩30秒。佣兵这里也只有一个护腕，走这个地窖其实也比较难的。而且他可以假装追佣兵，把你的人调到大门之后再回来大门找你，这样的话拉扯好自己的技能。是3抓是很大概率的，但是4会比较难，因为他毕竟没有管门的能力嘛。没错。然后选择原地蹲一下，看年纪能不能帮血统，但是好像直接找到了。这个帮他不太一样啊。他虽然说眼睛看不到，但是耳鸣能听到呀。这里是直接再次锁，哎呦，炸到2次，再遥控3下，已经被炸到一炸倒，全中，这个地方你的位置锁住，还好，大不了就慢慢等，一直炸，变成了一个弹幕游戏，不停的要去躲远端的攻击。而且你没有道具去走这个地窖呀，手上有一个飞轮，想尝试一下，直接顶到脸上一刀打飞，拿到一个3抓。那么恭喜家拿到本场比赛的胜利。是的，这样的话净胜分他也是直接拿到了嘛，因为在这一局他是直接拿了一个3抓，等于一个2比0吧，因为第1局也是一个大分，然后第3局也是一个。